眼前这个老头已经活了100岁，知道自己筑基无望后，本打算安度晚年，却被天魔教魔女抓走当炉鼎。只因他身具阳灵根，对魔道女修有很大助力。姑娘，我垂垂老矣，已无力房事，你何必强人所难？百年童子身还是阳灵根，可是很少见呢。虽然老了点儿，但能用就行，你也不吃亏。郭奶奶还是个出子之身呢。若非争夺圣女之位在即，需要短时间内突破金丹，我绝不会拿你这老头当炉鼎。这是血灵功，能短时间内提升你的修为，好好修炼，配合我突破，以后免不了你的荣华富贵。苟了一辈子，临了却要晚节不保，算了，练就练吧，爽死总比疼死强。恭喜宿主穿越到这个世界100年，激活负面逆转系统。本系统可为宿主将任何功法、丹药等负面效果逆转。哇哦！检测到功法血灵功，血灵功高级魔道功法，短时间内可大幅度提升修为。副作用：修炼1个周天，减寿10天，且1个月后修为迅速跌落至炼气1层，根基残废。逆转负面效果：修炼1个周天，增寿10天，1个月后修为迅速暴涨，且根基稳固。筒子啊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知道我这100年怎么过的吗？不过这系统的逆转也真是逆天，副作用越强，我就越强。先修炼功法变强，然后想办法摆脱那魔女。绿萝，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准备突破金丹。你给我守在这，任何人不许靠近，尤其是那几个贱人。这段时间你负责检查他的修为，如果敢懈怠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大师姐。大师姐，我也不想背叛，可千阳师姐给的太多了。得亏有这魔功，否则突破炼气11层需要10几年，而且我才修炼了5天，就增寿了20年。得赶快踏入筑基期。现在的我能瞒得住看门的绿萝，可瞒不住楚子雪，还是保命要紧。这魔道宗门太危险了，不能久待。这是今天的丹药。修炼的这么起劲，他估计活不了几天就要见阎王爷了。绿萝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出来！我刚练出来一具极品铜甲式，打算送给你。这个舔狗怎么又来了？得把他打发走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龙轩经过10天的修炼，达到了炼气大圆满，准备突破筑基了。不知道以我的稀烂资质，能不能筑基成功，哪怕是下品道基。检测到魔道筑基丹。魔道筑基丹有60%几率突破筑基，副作用：药毒含量高达200%，极度影响根基，只能凝聚最下品筑基道材，且在筑基后修炼速度大幅度降低。逆转负面效果：不含药毒，根基将极度深厚，只能凝聚最顶级筑基道材，且在筑基后修炼速度大幅度增快。怪不得楚子雪这么大方，连筑基丹都给我，这要是吞下去，岂不是当场就废了？还好系统牛皮，现在有副作用加持，能凝聚极品道材。这是天道筑基，不好，低估了筑基的动静，这要是被发现，铁定完蛋。龙轩赶紧利用神隐术疯狂压制修为，筑基的异象这才缓缓消散。阳灵根，怪不得楚子雪那个贱人出去了这么久，原来是去找炉鼎了。那个老头修炼了血灵功，不知道还能活几天。这是虎魔丹，损耗潜力可延缓半个月的寿命。你给那个叫做龙轩的老头服下，免得把自个儿练死了。你今天就把他带过来，我要让楚子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是，那我的那些修炼资源，放心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。筑基异象，难不成有谁极品筑基不成？那个方向是你的住所吧？难道是那个老头？不可能，他才炼气12层，而且修炼的是损耗寿元的血灵功，应该是其他修士。不管是谁，给我找到他，这等妖孽人物都必须教好。封锁天魔教，立即排查那个极品筑基究竟是谁。另外消息也封锁了，本座可不想这么一个好苗子被人刺杀。这是天道筑基，难怪绿萝最近经常购买丹药，而且也不见我，竟然偷偷养了个小白脸。周王臣一想到舔了这么久的女人，居然背着她养男人，他就是怒火中烧。此人刚刚筑基，根基不稳，我有很大的机会将这小白脸练成尸魁。天道筑基练成的尸魁该有多强？先回去准备一下，然后悄悄动手。眼前这个老头已经活了100岁，知道自己筑基无望后，本打算安度晚年，却被天魔教魔女抓走当炉鼎。只因他身具阳灵根，对魔道女修有很大助力。
不愧是天道筑基，竟然让我恢复到20岁的模样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。龙轩施展神隐术，重新恢复那个垂垂老矣的形象。筑基之后，血灵功增寿效果无限减弱，修行速度也不行，功法等级明显跟不上，得寻找筑基功法。不过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先离开天魔教。这是虎魔丹，能够延长你的寿命，激发潜力，让你更快突破炼气13层。虎魔丹大幅度损耗潜力，可提升修炼速度，并可延长半个月寿命。期限过后，身体素质大减，负面效果逆转，大幅度增长潜力，可提升修炼速度，延长半个月寿命，并且身体素质大增，如龙如虎。好家伙，如果我不是身怀系统，早就被玩坏了吧。龙轩吞下虎魔丹，顿时感觉身体变得滚烫，一股力量感袭上心头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魔影峰。魔影峰，楚子雪好像跟魔影峰不太对付吧？上官青瑶师姐想要你。又有人想要睡我，我他妈一个老头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如果不去呢？不去，那可由不得你。什么？你已经筑基了？青烟盾，你是之前那个极品筑基的修士，修炼血灵功怎么可能成就极品道基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认我为主。认你为主，就算是极品筑基又能如何？你刚刚筑基，再强也强不过我。这就是极品筑基吗？法力比同阶修士强太多了。我愿意认你为主。现在我不想收了。我可以帮你逃出去。现在魔剑封封锁了，高层已经派人寻找你这个极品筑基修士了。什么意思？天魔教高层发现我了？你筑基成功后泄露了一丝异象，高层已经察觉，他们确定了大概位置，但不知道具体是谁。被发现的话，8成要被哪个老怪物收为弟子。不过成为天魔教弟子，只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目前还是先想办法逃走。魂血拿来，将你的储物袋也给我。龙轩在储物袋中发现2件法器、300多块下品灵石以及魔道法术宝典，里面有几10门低级法术，还有2门高级法术。魔龙术高级法术，幻化魔龙，大成可伤筑基圆满。副作用：需每日让魔龙吞噬自身精血，用以壮大法术，有修为大幅度损耗的风险，谨慎修炼。负面效果逆转，宿主每日贡献精血，越贡献法术越强大，且宿主修为大幅度精进。血遁术高级法术，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自身的速度。副作用：燃烧精血、法力，施展过后精气神大损。负面效果逆转，燃烧精血和法力，施展过后精气神大涨。有了这些法术，我战斗力彻底升上来了，面对筑基5、6重的也能够搏一搏。而且有血遁术，我跑路能力飙到新高度。不过想要成功混出去，必须要找个合适的身份，改头换面。龙轩打定主意后，让绿萝去藏经阁寻找这方面的法术，他则开始修炼魔龙烛与血遁烛。眼前这个老头已经活了100岁，知道自己筑基无望后，本打算安度晚年，却被天魔教魔女抓走当奴婢，只因他身具阳灵根，对魔道女修有很大助力。2天半后，龙轩彻底将2门法术修炼成功，绿萝也从藏经阁归来。主人，这是奴婢兑换的2门功法，我贡献点不够，只能兑换这门炼体功法魔元大法，还有扎直法典这门另类的傀儡功法。干得不错。魔元大法高级炼体法门，修成肉身如钢铁，力大无穷，堪比筑基，需要人类的精血精魄辅助修炼。副作用：容易造成神智混乱，污染自身法力，逆转负面效果。修炼后神智更加清醒，并提纯自身法力。这本炼体法门，整个天魔教有几人修炼？一个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副作用大，所以便宜，其他的我也兑换不起啊。先修炼魔元大法，增强实力，逃出天魔教。龙轩浸泡在绿萝买的青魔元精血中，运转魔元大法，体魄迅速变强。师妹，师兄担负巡查要旨，寻找那位极品道基的天才，不知……怎么还有个老头？周王臣能成为巡查，可是花了不少灵石的，目的就是找出天道筑基的天才，为了炼尸做铺垫。我这没有你要找的人。师妹，我也是受到徐长老的派遣，搜索那个天才的。乌怪，
周王晨随后让随行的2人检查一番，至于龙轩他都懒得多看，天道筑基压根不可能是老头。周师兄，看来那位神秘的同门不在这里。师妹，不知这老头是谁？一个炼气期，可没资格待在精英弟子所在的区域。他是我的炉鼎。炉鼎，一个老头当炉鼎。没想到师妹口味这么重，宁愿抓老头玩，都不愿搭理周师兄这条舔狗。2个巡查弟子看向周王晨，满是怜悯。周王晨脸色涨红，感觉脑袋上一片绿油油，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不可能，师妹怎么会看上老头？肯定哪里有问题。下品阳灵根，怪不得师妹会找这个老梆子当炉鼎。师妹，你如果遇到瓶颈，跟师兄说，师兄想办法给你找到破解丹，没必要找一个糟老头子当炉鼎，太侮辱你的身份。破接单，这等真要你上哪儿去找？行了，巡查完了吧，赶紧离开。刚才探查了一下，那个老头不是天道筑基，那会是谁？可能是我没发现罢了，等晚上再来探查。我们走，回去向局长老交差。主人，巡查过后，只等魔剑封封锁解开，您就能离开天魔教。怕是没这么简单。那个周王晨眼神不对劲，希望他能老实点儿，让我安全离开这里吧。周王晨是筑基一重，本身不强，但他有3个筑基尸魁，一般筑基4重的都不是对手，且为人阴险狡诈，死在手里的筑基4重有好几位。外面的情况如何？如今的天魔教都在找寻主人，传闻就连不问世事的金丹圆满的老魔也出关了。必须要尽快离开天魔教了。周王晨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追求你这么多年，被你多次拒绝，因此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同门的耻笑。现在你居然看上了一个老不死。那个天道筑基的修士还不出来？难道已经走了？周王晨莫名有点不安，突然他感觉哪里不对劲，猛地看向生死不知的老头。这是扎纸法典中的纸人。你在找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一个老头居然是顶尖的道技？不对，死的不是周王晨，这应该是他之前说要送你的那具铜甲尸。眼前这个老头已经活了100岁，知道自己筑基无望后，本打算安度晚年，却被天魔教魔女抓走当炉鼎，只因他身具阳灵根，对魔道女修有很大助力。这老东西真阴险，扮猪吃虎，都这么强了，还特么用个纸人设局坑我。血遁术，刚见面就施展这禁忌法术，不是你有病吧？魔龙术小成了，怎么可能？主人身体无碍吧？无妨，这是周王晨的储物袋，里面有一些灵石和材料，你拿去换成魔元精血。是，主人。锻灵诀筑基篇能锻炼灵石，副作用：修炼起来速度极慢，且修炼时灵石损伤严重，容易精神混乱而变得痴傻。逆转负面效果：修炼速度奇快，且修炼时灵石受到滋养，可小幅度提升悟性。怪不得那家伙灵石堪比筑基4重，真是捡到宝了。道术术以妖兽皮或者人皮制作皮囊，可完美伪装他人或者妖兽的体型相貌、气息乃至法力波动，高一个境界也无法识破。副作用：有伤天和，容易霉运缠身；负面逆转，容易增强自身运气。竟然可以增强自身的运气，这家伙当真是我的福星。先修炼这段灵诀。这就是那个天道筑基，长得倒是挺帅，收徒弟还是不收徒弟？收吧，天道筑基啊，修仙界已经万年没出现过了，怎么也得抓来研究研究。爹，极品筑基潜力真的如此之大吗？极品筑基，其灵根必然不凡，未来有望结成元婴。你若是能成为其道侣，好处无穷，而且有极品筑基帮助，你比其他几人更有可能成为圣女。我相信我不会比那个极品筑基差，况且我有那个阳灵根的炉鼎在，采阳补阴之下，肯定会突破金丹成为圣女。那个下品阳灵根，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老废物罢了，他就算练了血灵功也无法筑基，更遑论助你突破金丹。
元婴大到艰难无比，有极品筑基助你，再有未付多年的积蓄，你成元婴的几率很大。好吗？我听爹的就是了。抽空再将那个炉鼎杀了，免得影响你在那个极品筑基面前的好感。2天半后，龙轩等一切准备妥当，将自己伪装成周王臣，带着绿萝和被造处族变成黑狗的周王臣悄然下山。而在他们走后没多久，楚子雪来到院落前。我闭关的这大半个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绿萝和那个炉鼎都不见了，难不成是那几个贱人得到消息，把炉鼎抢走了？如今天魔教被封锁，无论筑基还是炼器都出不去。不过周王臣是巡查弟子，可以正大光明的离开天魔教。就在2人马上要离开宗门时，绿萝，我让你带来的炉鼎呢？青瑶师姐，师姐，绿萝向我提及过您的吩咐，可那炉鼎因为修炼血灵功已经死了，我帮忙埋的尸体，而今魔剑锋被封锁，绿萝又出不来，只能拜托我将其带出来，向您汇报。罢了，只要没落入楚子雪那个贱人手里就好。绿萝，若是楚子雪靠炉鼎突破金丹，你应该知道下场。你们走吧。这狗原来是个人，还真有本事。若非离近了探查，怕是就被你蒙混过去了。我们走。筑基一重，但气息和修为波动却极强，有意思。绿萝，你们2个想去哪儿？主人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慌什么？仅凭区筑基3重的傀儡，可挡不住我。这气息，你是那个炉鼎？没想到你真的筑基成功了。那个极品筑基的修士就是你吧？你才刚刚筑基是逃不掉的，不如乖乖成为我的炉鼎，我可以许诺你一切好处。这老家伙什么时候修炼了血遁术？不怕当场暴毙吗？他就是极品筑基的阳灵根，他是我的了。上集说到龙轩伪装成周王臣，带着绿萝正要离开天魔教，却被上官青瑶识破，引来了刚出关的楚子雪。发现龙轩既然是寻找的极品筑基修士，龙轩全力施展血遁族，带着绿萝逃出天魔教。筑基一重施展血遁术，根本维持不住几个呼吸，可这家伙却是足足跑出去几十里，怎么可能？龙轩，你是极品筑基，以后大有前途，何必逃呢？他们人呢？距离不远，就算用挪衣服也会留下痕迹，他绝对藏了起来。竟然一点气息都感知不到。那人得到了一种秘术，类似传说中的造处术，能掩盖气息，改变自身。没想到他不仅成了极品筑基，还学会遁术，杀了真正的周王臣，现在连传说中的造处术都掌握了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楚子雪和上官青瑶拿出传音符，片刻后，一群天魔教修士赶来。给我找一个老头，找到者奖励2柄顶级法器，外加进入封魔遗迹的名额。哦，2柄极品法器，我的天，一个老头价值这么大。为了进入封魔遗迹的名额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老头。原本安静的山脉瞬间炸了，上百个修士不停地用灵石探查。然而，正在众人忙得热火朝天时，2块平平无奇的石头慢慢朝着2女搜索的反方向翻过，直到翻出50里，这才停下。主人，我们逃出来了。还没彻底摆脱危机，现在已经惊动了天魔教长老，他们的灵石范围太广，不下100里。龙轩依旧谨慎，拿出2张黑狗，化作2只小黑狗，朝着远方疾走。约莫跑出了100里，龙轩才从造林路中挣脱出来。咱们走，等实力够了，再回头找楚子雪和上官青瑶算账。小哥哥，你要去哪儿呀？前辈，我只是路过，若有叨扰，还望海涵。我在这等你这么久，你可不能跑了。别人都叫我天魔老祖，我不喜欢这称呼，毕竟我又不是大魔头。以后呢，你就叫我师傅吧。天魔老祖，天魔老祖，赵国第一强者，整个天魔教见过老祖的只有教主一人。龙轩怎么都没想到，老祖居然是面前的天真小女孩。天魔教的元婴大能，我早有耳闻，仰慕已久，能拜其门下。我3生有幸，徒弟龙轩见过师尊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既然拜我为师，那为师也不能亏待了你。
这是违法宝，捆先生，金丹之下任何人被捆缚都无法挣脱。多谢师尊。30年内给我突破金丹，为师就你这么一个徒弟，别丢我的人。是，徒儿绝对不给师尊丢脸。以后你还是在魔剑锋修炼，至于资源什么的，自己去争取。天魔教讲的是弱肉强食，你若是死在同辈手里，我不会管。还有修炼功法，你自己去藏经阁去找。看来暂时无法离开天魔教，这老祖收我为徒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恭喜主人成为老祖首徒，老祖镇压赵国800年，从未收过徒弟，以后您的地位只有圣子圣女才能比了。这位可不会管我死活。罢了，既然无法离开，那就在天魔教内稳健发育。师姐，2个时辰了，没有找到龙轩的任何踪迹。再找，我不信他们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逃掉。子雪，那个极品筑基真的是你抓来的炉鼎？爹，应该就是此人。他不仅筑基了，而且法力雄厚。真是怪哉！古往今来，能极品筑基的无不是上品灵根，极品灵根一个下品阳灵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个炉鼎修炼了血灵功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怎么会极品筑基？血灵功源自上古，具体出自哪位大魔之手，已经不可考究，或许其中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无论如何，先把那个炉鼎找到再说。我现在对他很感兴趣。玉露，你还敢回来？在下龙轩，见过诸位前辈。你是那个炉鼎？你不是个老头吗？真是有趣，本座想知道你是如何逆转时光，重归青春的。本座更想知道，你明明逃出了天魔教，又哪来的胆子赶回来的？上集说到，龙轩好不容易逃离天魔教众人的围困，却被天魔老祖收为弟子。本座更想知道，你明明逃出了天魔教，又哪来的胆子赶回来的？之前的老太不过是易容术罢了，至于为何回来，天魔教是赵国第一大教，我早就想拜入门下。不管你是不是诚心拜入我天魔教，先跟我回去再说。放肆！见过教主。龙小友以后就是天魔教和新弟子了，以后居住魔剑锋1号院，享圣和新弟子的待遇和权限。藏经阁第6层，小友可上去挑选功法，仅此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老祖的弟子，你们就死散了吧。大长老和几大封主震撼的无以复加，没想到龙轩竟然是老祖的弟子。子雪，带龙小友去1号院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哼！多谢前辈。以后小友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女儿。不知子雪仙子可知藏经阁有什么威力大的筑基功法？天魔教有一部禁忌功法，名为天煞真魔功，乃是第1代天魔祖师创造，冠压赵国，没有任何功法能比肩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修炼。这楚子雪和我不对付，恨不能我当场去世。他推荐的8成是要命的功法，我就需要这种功法。哦，不知这功法有何出奇之处？天煞真魔功，收集天地极阴极煞之气，融入道台中，煞气越多，法力威力越强，甚至强过铜镜1倍。其中附带几门绝强的法术，威力都极大。这功法的确是天魔教第1功法，然而2000年来所有修炼者大多都被煞气冲体而死。你要是敢修炼不出3日就得死。还有半年，封魔遗迹就要打开了，师弟打算进去寻找机缘吗？传说里面有增加结丹，甚至结阴几率的宝物。师弟法力低微，不敢涉足险地。身为魔修，就该迎难而上，无惧危险，富贵险中求。师弟胆子太小，恐怕无望金丹。翌日一大早，龙轩便来到了藏经阁楼前。藏经阁共有6层，前3层是炼气功法和法术，第4层是筑基功法，第5层则是顶尖功法，第6层那就是天魔教的核心了，皆是不传之秘。阁下是？陈光礼，圣魔峰弟子，来藏经阁兑换一些典籍。龙师弟是为老祖首徒，未来不可限量，他日成为圣子，我或许还要仰仗师弟。我修为低微，可没心思争夺圣子之位，师兄告辞。哼，谁会对圣子之位没心思？若是挡我的路，就算不能杀，也得让你在床上躺几10年。
此人怕是来者不善，找机会换个张三的马甲，提前扼杀威胁。这位长老，我是来挑选功法的。原来是老祖的徒弟，早就听说了，老夫带你去第6层。这就是第6层，小友请便。龙轩在书架上寻找，不一会便找到了天煞真魔功。天煞真魔功禁忌功法，等级不详，收集天地极阴极煞之气，融入道材，煞气越多，法力威力越强，最高可超越铜镜1倍。有筑基篇和结丹篇，且附带杀伤力远超同级别功法的法术神通。副作用1：融合极煞之气，将会痛苦不堪，九死一生，且修炼困难无比，谨慎修炼。副作用2：修炼此功，每提升一重境界，都会引下云雷，以雷霆淬炼法力，让法力更加精纯强大。因天雷克制煞气，容易当场被劈死，再三谨慎修炼。这哪里是九死一生，分明是十死无生，好不好？附带法术天煞魔铠，体表形成护体铠甲，同级别难破防。真魔幻影分出3道幻影，拥有自身3成实力，修为越高，存在时间越长。天煞真魔法相凝聚法相，法相顶天立地，可开山分海屠神。哇哦！负面效果逆转，逆转负面1：融合极煞之气，将会舒爽不堪，9生1死，且修炼容易无比，谨慎修炼。逆转负面2：每提升一重境界，都会引下云雷，以雷霆淬炼修为，让法力更加精纯强大。天雷克制煞气，但不可能被劈死，再三谨慎修炼。这功法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龙轩又挑选了2门副作用大的法术，准备离开藏经阁。小友，其他2门够你修炼几10年的了。最后的天煞真魔功，修炼后9成会死啊！你确定要选这3门功法吗？长老看向龙轩的目光像是看傻子。我资质低下，不敢奢望能练成，只是想见识见识。罢了，2个月内这3本秘籍都需要归还，希望你到时候能活着还回来。老夫已经提醒过了，出了事，老祖应该怪不到我头上吧？以他的资质，修炼顶尖功法都有些勉强，竟然选择天煞真魔功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师尊，这种狂妄无脑之徒，怎会被老祖收为弟子？兴许是下品灵根成就极品筑基有些稀奇，老祖见面欣喜罢了。龙轩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消逝。他不是你竞争圣子的对手，不必浪费精力在他身上。眼下你要做的，就是将万魂幡尽快炼化，为进入封魔遗迹做准备。有遗迹中的那枚补灵丹相助，我一定能够凝成6转金丹，甚至7转。主人，您让我买的煞气，我买回来了。下等的离火煞气，先凑合着用吧。天煞真魔功筑基篇第1层修成了，这功法果然9死1生，差点爽死。龙轩满脸红润，别人越修炼越痛苦，他逆转副作用后，修炼越来越舒爽。法力堪比筑基5重，加上这功法特性，就算是对上筑基6重，也有把握将其击杀。10天不到，突破2重，主人真是下品灵根。就在龙轩突破瞬间，脑袋上空一朵小乌云，拇指粗的雷霆当即劈下，龙轩只感觉酥酥麻麻，像是在被电疗。这就是雷劫，不错，舒服。恭喜主人突破。不过筑基2重罢了，上面发放的灵石还有多少？还有1500灵石。真是够穷的，我去一趟方士。从现在起，我叫张三。龙轩打算购买丹方，炼制那种副作用极大的毒丹，顺便购买材料，学习画符。他想验证下逆转负面的系统对炼丹和画符方面有没有作用。姬师姐击杀青云宗的3位筑基大圆满，实力更上一层楼了。这次必定在封魔遗迹中拔得头筹，说不定能成为圣女。不好说啊，楚子雪和上官清瑶实力底蕴都很强，而且古风还有一个神秘的古女。就算是追随，也得是柳望川这位教主真传。听说厉鬼那个筑基6重已经追随了柳望川。我看那个新来的老祖手徒龙轩，虽然弱了点儿，但感觉可以投资一波，说不定未来也能争夺圣子位。咱们魔教有个好人不容易啊，身为极品筑基，还真有可能和柳望川这几位争夺圣子位。
放肆那个下品灵根的垃圾，怎有资格跟柳师兄比？每人交出200灵石，以作惩戒。好，我们立马交。几个筑基修士暗骂了一声倒霉，肉疼的交出200灵石。不愧是魔教，真是嚣张啊！龙轩先去万宝楼花了1000灵石，购买了一些制服材料和符箓宝典，然后又用筑基功法在路边摊位换到一些药材和丹方。离开方室，正准备返回住处，竟然有人敢打我的主意！没想到一个筑基一重跑得这么快，再劫掠一些，应该能让我弟弟突破筑基大圆满了。再加上他是雷灵根，到时候进入一季，有望结成金丹。这是大圆满的魔龙术，不知得罪了哪位师兄，某家在这赔罪，有什么话谈谈如何？柳望川是某家的兄弟，我想向厉兄弟借一点钱。原来是你，没想到师兄隐藏手段如此了得，某家看走了眼，之前多有得罪，给师兄10几块灵石，聊表歉意。哼，追踪我这么久，就给我这点灵石，真以为我怕你吗？这是违法宝，你小子不讲武德！龙轩将厉逵身上值钱的东西搜刮干净，这才离开。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袭击你的人去过方氏的万宝楼，掌柜的说那人名叫张三，不过我请人查了下教中的筑基名册，没有这号人，应该是假名。弟弟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抓过来，给为兄报仇。大哥放心，我会让教内的朋友帮忙侦查下去。另外，还望兄长给柳万川传讯，以他的能耐，应该能查到一些线索。天魔教内诸多修士闻风而动，在天魔教大范围搜索，结果什么都没找到，最终只能悻悻作罢。主人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教内都传遍了，那个人见人憎的厉逵被人抢劫，连衣服都被扒光了。是吗？倒是有趣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听说是一个叫张三的修士，现在大家都叫他午夜黑手张老三。龙轩打开厉逵的储物袋，除了灵石和一些法器，还发现了几百株灵药。厉逵真是太贴心了，灵药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正好可以炼制丹药。主人，炼丹极其艰难，您真要走炼丹师之道？只是尝试下罢了。有系统在，我根本不需要炼制极品丹药，杂质越多越好。Nice。炸丹60次，终于出炉了一颗血凝丹，9%9%的杂质，很不错。血凝丹吞服后可快速提升修为，副作用影响根基，容易造成血脉不畅。品质极品废丹，9%9%杂质，富有剧毒，毫无增进修为的药效。系统，赶紧给我逆转！逆转负面效果，血凝丹吞服后可快速提升修为，根基稳固，容易造成血脉通畅。品质极品丹药，9%9%药效，富有疗伤作用，吞服后没有副作用，增进修为效果加强1倍。增进修为的效果加强1倍，不愧是你，童子。2个半月后，龙轩又炼制了300颗血凝丹，清一色的废丹。在充足的丹药供给下，龙轩更是突破到筑基6重。虽然现在是筑基6重，但是法力堪比筑基圆满，得想办法搞到提升结丹几率的灵药，为结丹做准备。师弟啊，你可算出关了，教中的任务你已经推脱好几次了，可不能再拖了。最近修炼几门法术，刚出关。现在有好几个轻松简单的任务，你要不挑一个？我来这还不到1年，不急。再者我最近修炼突飞猛进，还要闭关。呦！真他妈狗！一个下品灵根，突飞猛进个屁！修炼跟摸牛爬似的，这辈子别想突破筑基2重。古河见龙轩依旧不接任务，只能无奈离去。主人，现在外面已经传老祖首徒是个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了，您要不接个任务？我才懒得接。您毕竟是老祖首徒，万一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，可能会对您不满。绿萝，你真以为那些不利言论很简单吗？之前古河催我做任务，刚拒绝，1天之内全教上下都知道了。主人的意思是，有人想对你不利？古河8成是被人授意的，目的就是让我离开天魔教范围，对我下手。楚子雪、柳望川、陈光礼那些圣子圣女都有可能，毕竟都是魔修，身为魔修脑子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。你说谁脑子有毛病？师尊你怎么来了？
我让你去争夺资源，抢一下圣子位，可你倒好，一心苟在这1号院，卫士还没养老，你就开始养老了。弟子自知灵根低下，不敢和师兄们争夺。不敢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是个心黑手辣的。2个月前打断了厉逵的2条腿，那小家伙现在可是对你念念不忘。主人竟然是午夜黑手张老三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天魔教上上下下都得震3震吧。罢了，魏师这次来是让你做一件事，去一趟流云城，把一个女人给我办了。师尊，这种事我怕是做不来。放心，那个女人现在只是筑基大圆满，我不是给你一根捆仙绳吗？把她绑了。这2件符宝也给你，蕴含结丹修为的一击，还有10张3阶符箓。好吧，我去试一试。等到了流云城，我就装装样子。那个女人，我是坚决不去招惹。你修炼了天煞真魔功，你不想活了，竟然还达到了第6层。你身上的秘密不少，去流云城吧，那里现在热闹得很，说不定能找到你所需要的。准备一下吧，明日我去任务店领个任务，然后去流云城。有没有流云城的任务？有的，绑架正道上谦宫的一位筑基6重的弟子，名叫徐正义，难度不小。不过这任务不是单人，而是6、7个人同时做，师弟其实走个过场就行了。那就接这个任务。次日，龙轩来到任务店，已经有3个人在此等候了，皆是筑基6重的修为。我叫刘可卿，这次任务师弟就在师姐身边吧，师姐保护你。那就多谢师姐了。这2位是吴震、吴峰，实力非常不错哦。这是圣魔峰弟子，高个子的名叫莫晃，瘦子叫王渊，师弟可莫要惹了他们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就出发吧。2坤日后，一行6人抵达流云城。龙师弟，听说你是在这里被楚师妹掳走的？一些往事罢了，微不足道。既然龙师弟出身流云城，那大探徐正义消息的活就请你出马了，之后出手绑架都由我们动手，师弟意下如何？好，我去打探下徐正义的消息。若非是做事老祖得了个核心弟子身份，这种筑基1重的家伙压根没资格接这任务。老老实实做完任务，别乱嚼舌头。你们2个去摸清正道弟子的聚集点。柳师妹，关于城主府巡逻队的巡逻规律，就拜托你了。毕竟咱们在城内动手，难免引起巡逻队的注意，这是为咱们的退路考虑。好，保证摸清。师兄何必如此照顾龙轩？愚蠢！现在我照顾他，到时候他出了事，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。忘川师兄也只是让我们摸清楚那小子极品筑基的秘密，他都不敢上，你敢？那咱们下一步该如何行动？等子见识了，随便找个筑基3、4重的修士，装扮成正道中人，将龙轩抓起来严刑拷打一番，相信他会交代秘密的。然后我们再出手把龙轩救出来，既能得到秘密，又能让那小子感恩戴德，此计不妙吗？此计妙极。原来是贪图我极品筑基的秘密，莫红是柳望川派来的人，好在我够谨慎。几个月过去，那家伙应该还没老死。片刻后，龙轩来到一间杂货铺，还未等走近，便听到嘈杂怒喝的声音。若非这里是流云城，我早就将你这等欺诈之徒宰了。懒得打听徐正义的下落，没想到自己撞上门来了。我没坑人，你买的那些都是精品。以老萧的人品，怎么可能干出坑人的事情？以后再敢干坑人的买卖，休怪我下手无情。今日歇业，前辈还是找其他的杂货铺吧。那个上清宫的弟子摆明了是不想给你向导费，偌大的上清宫连10几块零食都没下，让人嗤笑。前辈是明事理的，但修仙界残酷，老朽又能如何？这种事不是1、2次了。如果没系统，或许现在我已经是天魔教外的一具无名干尸。萧道友可认识姓龙的故人？龙轩，你是他的朋友，他在天魔教生活的怎么样？还好，他现在是天魔教的一名弟子。既然是他的朋友，那前辈想要知道什么，老朽知无不言。
我想知道结丹灵物以及能提升画符几率的秘术。结丹灵物可是很罕见，几日后的拍卖会上有一瓶净天水，可提升金丹品质。当然，最好的结丹之物还数上清宫的天骄小剑仙手里的真火兽丹，此丹能淬炼金丹，大幅度提升金丹品质。至于画符几率的秘术，这种秘术很少有符师人出售，前辈得亲自去流云城的秘店看看。小剑仙来流云城了。不只是他，好几位正魔天骄都来了。毕竟封魔一季在即，都想通过丹药、法器、秘术等等提升实力。好吧，这是你的报酬。有机会，我替你教训一下那个徐正义。前辈不可，徐正义乃是小剑仙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找他麻烦，小剑仙不会善罢甘休。因为两人姓氏不同，这个消息很少有人知道。小剑仙弟弟，卧槽，那个发布任务的长老坑我，罢了，到时候走个过场被盯上，也只会盯莫红他们几个。刚回到客栈，龙轩就将徐正义的行踪告知莫红。等他落单了，我们找机会动手。听说徐正义好女色，柳氏妹妹术超群，让他放松警惕。随后无风兄弟先出手，你们两个足以压制他，再由我亲自压阵，用不了10个呼吸就能将其拿下。接下来的追踪就拜托龙师弟了，只要找到机会，立即给我们传消息。几日之后，流云城拍卖会开始了，龙轩伪装前来参加。正魔第一美女雪灵宗圣女颜如玉来了，这拍卖会居然能惊动她。师尊让我办的是这个女人，这要是把她办了，估计我能被赵国年轻一代追杀致死。这种祸国殃民的女人，能离多远是多远。颜仙子数月未见，风采越发让人惊艳了。小剑仙，你追了数年，颜仙子对你一向不假辞色，你能不能别骚扰了？哼，周道友想要与我切磋一番吗？这些天之骄子数年难得见到一位，没想到这次拍卖会居然吸引来了5位。看来拍卖会中有我们不知道的珍宝了。诸位来云鹤拍卖会捧场，我代表城主府在此致谢。规矩照旧，叫价不得低于100灵石。第一件拍品是一件顶级法器水龙盾，不仅可防御攻击，甚至还能反弹攻击，其拍价1000灵石。拍卖场叫价声不断，龙轩静静地看着，没有买的意思，直到第18件拍品净天水，此物可在结丹时净化金丹，提升金丹品质，其拍价4000灵石。5000灵石，2万灵石。年轻人，这里的水很深，你把握不住，还是让给我吧。25000灵石，3万灵石。道友，凡事量力而行，别到时候将天净水拍到手后走不出流云城。35000灵石，4万灵石。哼，小子，让你了。恭喜这位道友获得净天水，道友可随时在后台取走。龙轩来到拍卖会后台，取走净天水后，便直接离开了拍卖会。随后就有人看到斗笠青年站起身，紧随龙轩身后。玄幻师兄，那小子善于伪装隐匿，还是算了吧。况且净天水危险性太大，容易出事。我修炼的功法威力强，修炼速度快，但副作用很大。若是没有提升品质的结丹灵物，就算能结丹成功，也只能结出假丹，再找找吧。刘可卿，怎么是这个女人？寻欢师兄是那个柳望川的头号追随者莫寻欢，感情我身边全是卧底，为了对付我，至于出动这么多人算计吗？净天水极阴极寒，有净化金丹、提升品质之效果。副作用：因其属性，提升金丹品质概率极低，且提升幅度不大，80%几率会将金丹冻毙，当场暴毙身亡。逆转负面效果：因其属性，可大幅度提升品质，最高2转，概率100%，金丹冻毙的概率为0，没有任何损伤。4万灵石花得太值了，逆转后的净天水100万灵石也买不来啊！接下来就是寻找提升画符几率的秘术了。龙师弟，这几天你很是懈怠啊，连徐正义出城你都不知道。若非柳师妹时刻关注徐正义的行，现在怕是已经让他跑了。最近修炼上遇到瓶颈，有些疏忽了。任务做完，这厮估计就要对我下手了，我能积极吗？现在徐正义出城，准备回上清宫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。咱们把握很大，出发吧。
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向上清宫弟子动手！魂幡，你是魔道修士，你们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对我下手？别耽搁时间，速速将此人拿下带走。大局已定，无风无阵，你们两个将此人绑起来。大局已定，无风无阵，你们两个将此人绑起来。龙轩看到徐正义嘴角掀起一丝嘲讽，顿时眉头一皱，发现此事并不简单，默默退至众人身后50丈外。小剑仙，你怎么会在这？等了半天，就等来了几个弱鸡，这点实力还想绑架我上清宫的人？你们早就知道我们会来绑架。天魔教的任武殿有上清宫的探子，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小剑仙嗤笑一声，随后眉头微皱，看向远处，那里龙轩正飞速远离。这筑基异虫的小魔修感应倒是挺灵敏，可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真不知道这天魔教的任务，一个筑基异虫的菜鸡怎么敢参与的？这就是小剑仙的实力吗？杀筑基如探囊取物，前后不过一个呼吸。小剑仙，你杀了不该杀的人，趁你还有时间，最好尽快逃回上清宫。天魔教的人没有什么人不该杀，全都该死。他是天魔老祖的徒弟，龙轩，就算你是上清宫高徒，我们老祖也不会放过你。他就是龙轩，居然这么弱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天魔老祖虽强，但是如果敢越界，自会有缘应真君抵御。就在小剑仙出手瞬间，山坡周围涌出几道粗大的光柱，每一道光柱威力都恐怖至极。不好！江一剑，你总算入局了。全是天魔教的人，原来如此。柳望川为了我的真火兽丹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原来我只是柳望川手里的一枚棋子，随时可以丢弃。龙轩遮蔽气息，隐匿于200丈开外的大树后面，心头发寒。柳望川的目标是小剑仙，顺带解决我。那狗东西城府不是一般的深，搁着套娃呢。幸亏用傀儡糊弄过了小剑仙，否则小命不保。速速将真火兽丹交出来，万一我们把你打成重伤，到了封魔一季，你可未必能活着出来。跟他说这么多废话作甚？我们几人联手，难不成杀不了一个筑基圆满吗？想杀我，你们太高看自己了。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。不愧是能被称之为小剑仙的人物，这等见识，整个赵国年轻一代无人能及。我们一起出手。小剑仙法力精神雄厚，远超普通筑基，再加上剑识，若是逐个击破，这几个筑基圆满的得全部死在这。江一剑，你虽然强，但很可惜，挡不住我们联手。你们高兴的太早了。这是尾法宝，红月钟。就是上清宫剑鹤真人的符宝。我们也有。我这符宝来历也是不足，乃是二长老魔窟上人所炼制，足以挡住他的符宝。等威力消耗殆尽，你便是待宰的羔羊。本来还想进入封魔一季后给柳望川他们一个惊喜，既然你们执意找死，我成全你们。还
拍卖会压轴的云雷剑，怎么可能？这位法宝不是被金丹真人拍走了吗？一群蠢货！那位金丹真人是我上清宫的前辈，替我兄长拍下此物，只是防范那几个魔道金丹罢了。怎么办？逃吗？逃？你觉得在一个剑修面前，我们能逃得了吗？联手抵御还有一线生机，我就不信他的法力能撑得住云雷剑的消耗。哼，不自量力！不自量力！云雷剑太克制我们魔道修士了，你们也该上路了。是谁敢偷袭我？是你，那个竞拍敬天水的家伙。反应倒是挺快，不过你法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云雷剑你也用不了了。就算用不了云雷剑，杀你也绰绰有余。你的实力，一般的筑基圆满都比不上，你究竟是谁？这家伙究竟是哪路神仙，居然把魔光剑诀修炼到大成了？是他，午夜黑手张老三。没想到还有人认识我。这是什么功法？再来。小剑仙居然被压得这么惨，这家伙还是人吗？不可能啊！这家伙施展2大禁忌法术，居然屁事儿没有。道友，到此为止如何？真火寿丹我给你。倘若全盛时期，我无惧眼前之人，但现在法力空虚，再打下去就是待宰的羔羊了。不用，我会自己拿。好，好，好，是你逼我的。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你个老六，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防御宝物？张老三实在是太稳健了，身上竟然带了这么多保命手段，除了伪法宝，恐怕没什么能伤到他。龙轩没有废物，瞬间斩向小剑仙。就在临近小剑仙的脑袋之时，一抹银光从其额头迸发而出，竟是将长剑震退了过去。这是真正的法宝，上清宫到底多护犊，居然把法宝藏进了这家伙的体内。龙轩猛地转头看向流云城的方向，一道惊人的气息正迅速赶来。罢了，以后再找机会弄死你，先收点利息。龙轩一把抓起小剑仙的储物袋，瞬间开溜。对了，还有你们。哦，师兄威武！张师兄，我们可没有仇怨。没仇怨，你来流云城的目的之一，不就是为了我吗？什么？你是龙轩？小辈，你是哪家的天骄？给老夫留下！打了小的，来个老的是吧？血遁术。3大魔教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妖孽？好歹毒的手段，徐正义被杀，将一剑重伤垂死，云雷剑和储物袋也全被抢走了。不管你是哪家的小崽子，敢下如此毒手，必须死！这是什么牛马？速度这么快！龙轩感应到一股恐怖气息正迅速的接近，拿出一张3阶风雷符，速度瞬间暴涨数倍。3阶风雷符，我看你有几张盾符，经得住这么烧？不能这么跑，否则早晚被追上。龙轩放出一具傀儡，给傀儡使用风雷符继续逃遁，自己则伪装成一块石头，向着反方向慢慢滚动。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？不对，
小子，你敢杀我，我就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龙轩施展造处术，伪装成石头，才躲过剑鹤真人的临时探查，偷偷的返回了流云城。师尊，难不成有金丹真人出手了？在流云城周围搜索一个天魔教筑基修士，名为张三。难不成是筑基期将大师兄伤成这样的？剑鹤真人，你以前不是夸下海口，你这后辈铜镜无敌吗？铜镜无敌，我万寿谷的圣子都不敢这么说。哼！年轻人中出了个狠茬子，封魔一记怕是要多出许多兵。我要杀了他。你先说说他修行的功法和法术。那人功法霸道强横，能确定他是天魔教的人，因为他用的法术是2种只有天魔教才有的禁忌法术。下面的事我亲自倒查，你安心养伤。现在真火兽丹没了，封魔一记是你唯一翻盘的机会，只要成为6转甚至7转金丹，他日再见那张三，杀他如土狗。2门禁忌法术在藏经阁第5层，很多弟子都能修炼，这点应该查不到是我。不对，那只傀儡上面残留我的灵石烙印，那老怪物大概会用灵石烙印反向追踪，以后怕是不能在他面前用灵石了。先整理战利品再说。这一战龙轩损失不少法宝，还损失了3张风雷符，不过收获了包括小剑仙在内的数个储物袋。拥有云雷剑，我的战力才算得上筑基天花板。这是上清宫的上清妙真剑典筑基篇。上清妙真剑典，修炼此功需极品灵根和强大悟性，且修为每提升1重，剑完就会损伤1次窍穴，受千刀万剐之痛，容易成为废人，有几率领悟剑势，但很小。逆转负面效果，修炼此功无需灵根，智障也可练，修为每提升1重，窍穴会受到千手万指的按摩，领悟剑势概率极高。这剑典恰恰弥补了我的缺点，穿透力和速度，若是修炼成功，跑路速度假丹估计都追不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件符宝、10几件顶级法器、20万灵石和一些丹药材料。这是封魔遗迹的核心地图，如果找不到增高结丹几率的办法，只能去封魔遗迹寻找，但那里终究危险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去。老朽见过前辈。提升画符几率的秘术有消息了。明天的东柳巷中有秘店开启，只要符合条件就能进入。这次很多金丹与筑基前辈都会参与，相信会有前辈要找的画符秘术。辛苦了。次日，龙轩前来参加密店，发现剑鹤真人也在其中。这老匹夫怎么还没走？现在打不过这老小子，先苟一波，追杀之仇以后再报。各位前辈可依次上来摆出自己的宝物，交易想要的物品，我们密店只抽取200灵石。我先来。诸位可有破云丹？前辈在下有，不过我想要1块3阶妖兽兽皮。没问题。多谢前辈成全。随着一个个上台，都是市面罕见的宝物。这些人大多想要的都是顶级符箓、法器，其中并没有龙轩想要的画符秘术。不久后，轮到龙轩上台。我这有1件顶级飞剑法器，还有1件顶级防御盾牌，以及一些炼器材料，只换取能提升画符几率的秘术。这种秘术罕见至极，即便有，也被那群符师珍藏，不可能拿出来。小友，换取其他东西吧，老夫这里什么都有。剑鹤真人开口道，眼睛落在龙轩手中的一把红色飞剑上面。小剑仙现在正缺剑道法器。抱歉前辈，我只想换画符秘术。我有一本得自上古的祭符秘术，前辈可以先看下纲要。以秘术同时画10张符箓，以9张符箓为祭品，可提高最后1张符箓成功率，有极小概率提升至精品符箓。祭符越多，成功率越高，这得烧多少钱？不过正是合理。我同意交换。到手后，龙轩不再停留，直接起身离开。返回途中发现有人跟踪，阁下跟了这么久，莫非想杀人越货不成？道友灵石果然不凡，竟然能打破筑基的桎梏。说吧，追踪我想干什么？我来自江陵或家或云海，有一份封魔遗迹雾神花的地图，道友灵石远超筑基，实力恐怕更是不俗。以我联手，雾神花唾手可得。我实力低微，不去。道友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张三吧？霍道友这是何意？我修炼功法特殊，对阳煞之气很敏感，恰巧我又了解天煞真魔功的特性。哼，你在威胁我？
我只是想找个强人合作取灵药，突破金丹。或道有另寻他人吧。霍云海嘴唇微动，向龙轩传音。如果这还不能打动张兄弟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封魔一季开始，你传讯于我。好，2个月后就恭候张兄大驾了。上集说到，龙轩获取画符秘术，却被人识破身份。为了天煞真魔宫的后续功法，答应一起探索封魔遗迹。老祖，您乃是化形大妖，相当于人族的元婴真君，怎么对那人如此重视？天煞真魔宫乃是出自十方域最古老的宗门，神魔宗乃是神魔宗3大至高魔典中最难练的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筑基，竟然修炼成了。是那个有化神天君的神魔宗。本座的真身无法涉足人族地界，现在不过是附身到人族修士身上罢了。虽说他弱了点，但天煞真魔宫对我族有大作用。你尽量与他交好，等进入封魔遗迹，将他引到那个地方。此人绝对不是霍云海，给我一种如芒在背之感。强如剑鹤真人也没给我这种感觉，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。天际符道秘法，同时刻画符箓，以多张符箓为祭品，可提高其中一张符箓的成功率，即9成1，有极小概率提升至精品符箓，逆转负面效果。同时刻画符箓，以少张符箓为祭品，可提高多张符箓的成功率，即1成9，有极大概率提升至精品符箓。哇哦 ，nice！ 有了这秘术，以后不用再担心零食了。接下来半个月时间，龙轩利用祭符秘术，成功画出不少符箓。2阶火龙符成了，现在我也是2阶符师了。接下来，龙轩伪装成一个叫做李斯的符师，大量出售2阶符箓，获得海量零食，拜访者更是络绎不绝。没想到流云城出现了一位2阶顶级符师，且如此年轻，不知李符师可有加入实力的打算？只要李符师加入，我上清宫愿意送你一份敬天水。我万寿谷擅长御兽，愿意送你符师1头假丹妖兽，供你差遣。李符师若肯垂青眼，成为雪灵宗的客卿，我宗定会全力助李符师突破金丹。抱歉，我自由惯了，目前没有加入势力的打算。各大势力都是露出失望，众人与龙轩商定了需要的符箓后，都各自散去。只有颜如玉隔3差5的就往他这跑，请他画破阵符。无奈之下，龙轩准备画1-2张破阵符，将这个女人打发走。我答应颜道友，过几日来取破阵符，具体能画出几张，我不敢保证。小女子多谢李符师。你小子是不是把我给你的任务忘了？抓紧将颜如玉给办了，最好抓起来造个娃，我负责带。师尊远在万里，是怎么知道我没死在任务中的？而且他似乎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。罢了，过段时间回去复命。流云城中有雪灵宗的金丹真人，就算完不成任务，师尊也不会太过怪罪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龙轩除了交付一些符箓，其他时间在准备冲击3阶符师。3阶攻击符箓金光符成了，唯一可惜的是画3张符已经是我的极限，是时候该返回天魔教了。数日之后，龙轩离开流云城，打算绕路返回天魔教，发现有人跟踪自己。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在下只是想在进入封魔遗迹前多捞几票增强实力，我愿将所有东西奉上，求你放过我。有意思，像你这般有眼力见的杰修不多见，看在你聪明的份儿上，懒得杀你。这家伙能无声无息出现在我身后，实力绝对不亚于江师兄，必是张老三无疑。是谁告诉你我的行踪的？只要逃回流云城，就能请师尊杀他。我上清宫的剑道速度天下第一，你怎么可能追得上？果然是你，你我合作还有半个月期限，你让这蠢货追踪我，是想让他杀我吗？我也不想出此下策，我只是想提醒道友，还有半个月就是封魔遗迹了，你跑回了天魔教，你我该怎么合作？我有要是必须回天魔教，之前承诺过封魔遗迹我会去，不会食言。不过现在你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。张老三，你非要走到这个地步吗？我并不会向剑鹤真人传讯。你想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罢了，我将此人杀了，你留下我杀人的证据，这总行了吧？互相都有把柄，现在可以了吗？这是刘颖时，你将这些话说一遍，我们就继续合作。
龙轩将要说的话告诉霍云海。张老三，别欺人太甚。那只能一拍两散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剑鹤真人，你徒弟是我弄死的，我乃常山霍云海，是兄弟你就来砍我。剑鹤真人，你徒弟是我弄死的，我乃常山霍云海，是兄弟你就来砍我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半个月后，遗迹之门等我。老祖，他一个筑基修士，只要狠狠折磨一番，就会乖乖配合的。愚蠢！此人若是这么简单，本座早就动手了。他杀统监修士跟踩死马也没区别，这八成是个夺舍重修的老鬼。难怪老祖你如此重视此人。等封魔遗迹释了，将此人干掉吧，留着始终是个祸害。天魔老祖，不对，你是恶念。不知天魔道友找我有何事？青凤，你胆子不小，我徒弟你都敢算计。什么？张老三是你徒弟？把你本尊叫过来，我要吃油炸凤翅。天魔道友放心，令徒我不会对其下手，只是请他帮个小忙。您看能让他放我离开吗？现在我打不过他，我要你们妖族的许神花，给我的话就放你离开。好，这次我认栽了。老祖，天魔老祖为什么是两个人？天魔老祖早年一人分出两道意识，分别拥有各自的身体，一人为善念，一人为恶念。善念心怀仁慈，恶念心狠手辣，死在他手里的修士不计其数，其中不乏妖族的几位大妖。即使我本尊来了，都得绕路走。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在院子里待这么久，就没发现有人一直窥探着你吗？柳师兄，这院子里的阵法由我操控，一切细节了如指掌，你还隐藏，有必要吗？呵呵，龙师弟果然没死。之前我试探绿萝，发现这女人丝毫不着急的样子，我就断定你没死，所以我就在这等你出现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真火兽丹、云雷剑到底在谁的手里，张老三到底是谁？不清楚，小剑仙来的时候我就逃了。你撒谎！爱信不信。龙师弟，如果你告诉我张老三的身份和真火兽丹的下落，我愿意给你一场大造化，祝你未来结丹。我不知道。那就打扰龙师弟了，还望勿怪。这是一些提升修为的宝物，你拿去吧。多谢主人。来我洞府一趟。龙轩，求见师尊。这女人的长相怎么和萝莉师尊相似，像是长大后的样子。好看吗？见过师尊。知道我为什么收你为徒吗？徒儿不知，请师尊解惑。以前只是有点见猎心喜，好奇下品阳灵根怎么成天到筑基的。现在我越来越对你好奇了，几个月时间就从筑基1重提升到8重，就算脱灵丹药药也不可能这么快。可能徒儿身怀某种神秘的体质吧。你比任何人都有潜力，未来可期，甚至超越我。哪天成就元婴，你我结为道侣也说不定。说吧，这次回天魔教找我干嘛？我想请教结丹之法。结丹之法也是以你的修炼速度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筑基大圆满。天魔教有一门法诀，可提升2成成功率。我这有数门辅助功法，也可提升结丹几率，大概3-4成吧。才3-4成。再配合凝金丹，综合成功率不低于6成。整个赵国那些所谓顶尖大派，你看有哪个高于3-4成的？可有什么必成假丹的法门？封魔遗迹数千年前是一个妖宗，镇压数个大国。当时的天魔教和上清供给大派联手也抵不过妖宗的一个手指头，只因他们有一门魔功，名为魔龙功，牺牲潜力，能让一些筑基快速提升，速成假丹，代价是从此止步，神志不清。当年造出了成千上万个假丹，再配合法阵，几乎所向披靡，统御数国千年之久。这种魔功我教有吗？没有，这种东西早就被东土仙堂烧毁了。就算是有，也是在封魔遗迹。我给你一门辅助功法，你再去封魔遗迹寻找机缘，突破金丹大有希望。最好成就6转金丹之上，否则你这辈子别想结姻了。这一季是不得不去了。那必成假丹的法门必须拿到手，加上系统的逆转，必成金丹。这是辅助功法，你拿去吧。徒儿告退。
咱们这徒弟太过谨慎，总算把他骗进封魔一级了。你还想颜如玉那事？不然呢？那个女人前世追杀了我1000年，她前世不是自诩冰清玉洁吗？我让龙轩破了她的身子，我看她怎么冰清玉洁。除此外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等咱们徒弟结印，我还真打算与其结为道侣。你来真的？有何不可？一个下品灵根若是能成就元婴，说明他身怀大气运，潜力不下我们。你这是疯了！炼法诀在结丹之初散功2次，以此增加结丹的底蕴，底蕴越高，结丹几率越大，也就是4成，再加上凝晶丹，的确不下于6成，但对我来说还是太低。那个必成假丹的魔功必须到手。倘若结丹成功，到时候所需要的资源将会达到天文数字，而且会相当珍惜。以筑基的身份，基本上不可能接触到，还需要一个金丹真人的身份，能和别人购买或者兑换资源。身份或许用不着金丹身份，控制一个就行了。控制圣子圣女候选是最佳选择。龙师弟可在？龙师弟啊，上次任务差点害了师弟，一直愧疚至今。如今见你活着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若不是你，我主人怎会遇到危险？我之前只是任务殿的弟子，其他一无所知啊。这样吧，我赔礼，这是100块灵石。另外，我在鸡凤楼设宴，还请师弟赏个脸，聊表师兄赔罪之心。也不能怪罪古师兄，毕竟任务难免有风险。现在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师弟真是宽宏大量，钦佩之至。随后与龙轩交谈，交流间不断致歉，多次邀请龙轩去七凤楼赴宴。龙轩婉拒，这让古河分外失望。他还想通过酒宴套对方的话。主人为什么对一个包藏祸心的家伙如此和颜悦色？一个小角色，不必理会。这灵石你拿去吧。谢主人。放心吧，师弟，有我罩着你，你不会有任何危险。我先去大殿等你。多谢齐师兄。龙轩，你怎么来了？来送古师兄。你。随后，龙轩伪装成古河，进入天魔教大。古河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？收拾东西，略微耽搁了。封魔遗迹50年开启一次，诸位可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能不能成金丹，全看你们的造化。遇见正道修士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反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。最好把他们那几个天骄给宰了，最后尽量掠夺天才地宝，前5名可获得凝晶丹。古师弟，若是你能帮我掠夺大量宝物，助我挤进前5，师兄罩你一辈子。竭尽全力。出发。这里是遗迹外围古月丛林，距离内围100里。根据上面的描述，内围中有一片妖宗长老居住的洞天福地，名为祁阳山。魔龙宫的线索，妖宗长老区域和宗主道场为首要目标。咦，师弟，你这地图从哪儿得来的？竟然比我的还要详细，起码几10倍。偶然所得。好，师弟真是我的福星啊！有了这地图，我真有可能获得大量天才地宝，冲进排名前5。师弟，这地图交给为兄如何？一切危险，为兄来挡。还是我拿着吧。师弟，你这是不信任为兄啊？这怎么让为兄保护你？你把这东西给我，保证你安全无虞，且能得到很多天才地宝。齐师兄皱眉，见龙轩依旧不为所动，他脸色逐渐冷了下来，散发出筑基8重的修为波动。古师弟，别让师兄难办，把地图给我。难办那就别办了，我一个人找宝物太费劲，正好缺个寻宝鼠。张三，办，必须办！这次一计之行，师兄尽管吩咐小弟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混血。张师兄，这就不必。前面带路。青云宗的老道，你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万寿谷强行破阵。这洞府我青云宗先贤研究了多年，只能以阵破阵，就算是金丹来了，以蛮威也破不开。哼，少胡扯！我有10几张2阶顶级的破阵符，不信破不开。这阵法，除非3阶破阵符，否则单凭2阶，连外面一层防御都破不开。
既然如此，那你赶紧让你们的阵法师破开吧。阵法强度很高，一时半会儿破不开，正好请门中高手过来。我记得徐峰距离不远，到时候洞府还有青云宗弟子的储物袋都是我们的。这里被我们看上了，天魔教的道友还是另寻宝地吧。我们二人只是长长见识，你们破你们的。长见识，怕不是打着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主意吧？第1层阵法破开了。哦，好，还有最后2层。张师兄，要不咱们破阵吧？不急，这阵法不弱，几张3阶符箓破不开，等他们努力破开后，咱们再进去抢就是了。破阵还在继续，当龙轩将灵石散开，竟意外发现周围有不少人隐藏气息，暗中窥伺这里。其中一个筑基圆满，是天魔教的人。怎么是张老三？兄长，弟弟无能，不能亲自为你报仇了。不过有人可以，这几个月柳望川疯了一样寻找张老三，只要把消息透露出去，柳望川必定会杀过来。这次多谢江道友让给我一些珍稀灵药。好说，能帮助精武仙子是我的荣幸。江道友相比较以往，倒是变化了不少，锋芒尽收，为人和善。还不是因为张老三现在根本不敢像以前一样张扬，生怕被人冷不丁捅了刀子。莫师弟那里的古洞府快要被打开了，有几位万寿谷的弟子虎视眈眈，江道友要不要去看看？让我这几个师弟去吧，我还有要事就不去了。精武仙子在这一季探索时，还望帮我注意一个人，张老三，若是可以帮我杀了他，我重礼相谢。张老三能把江道友重创，我可不敢和他对战。哼，那人也就比一般筑基圆满强大一点罢了。若非当初趁我法力耗尽，落井下石，他怎会是我的对手？这样啊，如果遇到，我竭尽全力将其解决。第2层破了，第3层的青云镜破开不难，你做好准备。这是傀儡，4只傀儡，每一个都相当于筑基大圆满。这种层次的傀儡，每一个都价值极大，这洞府的主人不简单。就在莫云归与蛤蟆里纠缠傀儡时，几道身影突然从暗中窜出，闪电般的掠入洞府内。该死的，不管了，冲进去！张师兄，咱们走。余光，你敢抢我们的宝物，找死吗？速速退走！分一杯羹罢了，这里面的宝物，能者居之。余光本就是筑基圆满，再加上其道侣，很难拿下。找死！余光他们半路打劫就算了，你们2个也想趁火打劫？给我住手！不必管，继续打开这只门。此人太阴险了，修为绝对不止筑基4重，这实力已经仅次于周青云了。龙轩驱动飞剑，眼神露出杀机，打算将这些人全宰了，一了百了。可还没等动手，莫云归、余光等人各自罢手，施展手段，迅速窜入甬道中。张师兄，这里面东西固然重要，但若让这些人逃出此地，恐怕会再来一大批人，到时候一群乌合之众罢了，就算来180号人，杀不完，从容离开还是没问题的。之后，龙轩让其实去蛤蟆里身上摸尸，自己则是进入石室内找寻魔龙宫。金丹法术，天罡魔焰，修炼大成，威力可污染法宝，副作用焚烧之痛，施展时消耗法力极大，只可当做底牌。和人对战，此法术不断污染敌人法宝，削减威力，如此一来，谁是对手？龙轩将法术郑重收起，再次搜索起来。让他失望的是，并没有魔龙宫，甚至线索都没找到。魔龙宫这么难找吗？不应该啊！当年的妖宗修炼这功法的，足有成千上万人。
我去，天助我也！全是废丹，赚了赚了！突破金丹后的一段日子，修炼资源也不缺了。这家伙当年居然没被仙朝的人杀死。这时，魔龙宫收获不菲，出一计后，结丹彻底稳妥了。不过，这金丹真人的疗伤丹这么多，一点没损耗，甚至法宝都没损伤，他根本没经历过大战，没经历大战，一直在洞府里躲着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难不成是在这洞府内被人杀死的？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我进去之前就用灵石扫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人该死！走你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这厮开挂了吧？这怪物的气息，他修炼过魔龙功。一个剑修，除了上清宫的小剑仙与剑河真人的大徒弟陆勇，谁能用剑顺杀出几九重蛤蟆脸？根据墨云龟描述，不是上清宫的人，是天魔教，大概是天魔教主暗中培养的剑道高手。青武仙子，你我暂时联手如何？等斩杀那人，他得到的宝物我们平分。可以，不过最好别有什么坏心思。小剑仙距离这不远，他杀过来，你怕是得交代在这。当然。各位师兄师妹，快助我斩杀死辽！诸位师兄师妹，我去请救兵。该死！不好，那个人这是利用我们挡住这怪物。分开逃，快！魔龙宫的修炼者。魔龙功筑基期顶级魔功，元婴期魔妖的祖经的子功法，修炼速度奇快，以魔焰花为结丹灵物，必成假丹。副作用：成假丹后神志不清，逐渐成为人药，以一身的神魂修为，肉身为养料，被魔妖的祖经修炼者吞噬，滋养其境界修为。以整个宗门为炉，以筑基修士为药，以魔龙功为柴，最终炼出一炉惊世大丹。如此大的手笔，这是要逆天不成？负面逆转，假丹变金丹，神志清醒，身份逆转，魔妖帝祖经的修炼者成为人药，以一身的神魂修为，肉身为养料，供魔龙宫修炼者吞噬，滋养境界修为。注意，如果修为差距过大，无法吞噬。我操！倘若将其吞噬，我的修为会达到什么地步？或许未来能利用这大药结因。这怪物盯上我了。随后，龙轩伪装成上清宫弟子赵峰，动身前往小剑仙所在地。江师兄，赵峰师弟，我上清宫几十个师弟师妹全死在那怪物手中，还请师兄为他们报仇。什么？杀了上清宫几十个师弟师妹？看来上清宫弟子也不怎么样。万寿谷的人死了40多个，天魔教的死了60个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瞬杀筑基，这是什么怪物？人该死！天青牛的天赋神通都挡不住这怪物。师弟，你到底在哪惹来的这怪物？这防御都堪比为法宝了。诸位必须联手了，否则咱们一个都活不了。这怪物比一般假丹还要强。有魔龙功，晋升金丹是板上钉钉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提升金丹品质。真火兽丹、净天水，最多能将我的金丹逆转成4转或者5转。师尊让我进来，他所说的机缘，应该就是妖殿，就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让他认为我有机会成就6转金丹。一般的结丹灵物顶多提升2转、3转，能让人成为6转金丹。终于死了。什么还能复活？
江一见，这怪物的目标是他，将他交出去，否则在场之人都要遭殃。将赵峰交出去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要死。赵峰师弟，你引来的，还是你自己处理吧。处理我可没空。阵法怎么这么快就破开了？是3阶破阵符，刚才他一直在破阵。该死的，我们被耍了。刚才那个不是赵峰。龙轩伪装赵峰，将怪物嫁祸众人，自己则偷偷破出阵法，进入妖宗密殿。3000年了，本座终于等到修炼天煞真魔功的后辈了。妖宗之主，不对。你不是赵峰，你究竟是谁？这幻阵专攻心神，深陷其中，必走火入魔而死。江一剑还没这么大本事，让我产生危机感。这幻阵威力不是太夸张，应该只是2阶顶级。以前听齐师兄提及过这金塔，靠近一定范围被感应到后，如果有缘，就会有一个小窗户为其打开，露出里面独属于自身的机缘。越往上，窗户里蕴含的东西越珍贵。不知道我的机缘是什么，最好是结丹灵物或者法宝雏形。别看了，你的机缘就是我。我对第6层的生物没兴趣，只有第7层才能入我的眼。什么东西能让天道道台产生本能的渴望？看把你能的，还瞧不上我？大爷，来晚了。啊！只要你我签订灵宠契约，我可以告诉你这金塔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这金塔里有一物，是人类修士的大机缘，当年仙堂的几个元婴都想得到，可惜他们没找到，又怕激怒了塔灵，将大机缘毁掉，只得将塔遗留在这。我实在是出不去，只有签订契约才能脱离。灵宠契约可以。这是灵气，天地为证，这金塔的考验你用不着，直接签订契约就行了。朱雀，这像麻雀的东西，居然是一头上古神兽。一个朱雀怎么会被困在这塔里面？小子，作为报答，姑奶奶我助你掌控这镇妖塔，得到里面的天地气运。不过离开这里后，你得解除灵兽契约。原来是镇妖塔，天地气运。可以，我喜欢聪明人。掌控镇妖塔需要第7层的秘法，你已经失去了一次机缘，没机会了。但别人有机会，到时候你直接抢就是了。秘法第7层这么多年只开启过一次。放心，以前镇妖塔的塔灵无法摆脱魔妖的影响，秘法难以送出来。但现在魔妖已经萎靡不振，对塔灵的影响越来越小。魔妖，妖宗之主吗？果然还活着。不过堂堂魔妖无法控制这镇妖塔吗？这是一位化神天君作画前遗留的上古法宝，魔妖趁塔灵虚弱时从里面逃了出来。镇妖塔对妖物克制，而魔妖本身就是一只蛟龙，它最多能影响镇妖塔，而不能控制。随后龙轩站在角落，静静等待别人进来。看来几大势力的目标是天地气运，这东西到底是魔妖掌握，还是那位作画的化神强者所有？你到底是谁？无名小卒罢了。无名小卒，我倒要看你这无名小卒哪来的胆子算计我江一剑。你究竟是谁？还是想想怎么谋夺机缘吧。那个牛头人已经上了第6层。牛头人？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选择我？因为你邪门，一个下品灵根居然达到了筑基8重，而且根基深厚。你要是出身仙堂，估计能被堂弟供起来当吉祥物。看来这红毛鸟看不出来我身怀天道筑基。龙轩迅速从红毛鸟话语中找到漏洞，并做出推论：这鸟没被关进镇妖塔前，应该不到元婴境界。就算是元婴，也不如萝莉师尊。我果然身怀大机缘。夫君，这是凝金丹。当然，这次结丹有望了，以后
一些没有获得机缘的修士纷纷朝着那些通过考验修士痛下杀手，鲜血染红了他们的情谊，分不清谁是正道，谁是魔道。可笑的人类！突破结丹，寿元600，同时在赵国修仙界获得崇高的地位，风光无限，自相残杀，不足为奇。在巨大的利益和诱惑面前，情谊就像纸糊的一样。接上集，一众修士来到宝塔边获取机缘，龙轩也在静静的等待着第7层的有缘人。果然是他，那秘法必定落入此人手里，准备抢。为什么不是结丹灵物？哦，这次结丹金丹品质必然能达到5转。镇妖塔是我的了。什么人？吃一堑长一智，你真是学聪明了。把真正的石简交出来。你放屁！这石简记录着控制镇妖塔的秘法，你偷梁换柱给换掉了。控制镇妖塔的秘法。诸位，他是张老三，将他杀了，将石简夺回来。法术起龙。大清镇派见点，见识小成，这怎么可能？全是我的宝物云离剑同月冲。他身上有能控制镇妖塔的宝物，联手杀了他，镇妖塔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。一群蠢货！这张老三明显有余力，跟他拼，这不是送死吗？镇妖塔是至宝，但就算得到，也会被高层拿走，为此把自己的小命搭上，说是不划算。什么？这厮是什么怪物？拼了！一堆3阶符，老张，我认输，这镇妖塔归你了。身为魔道中人，不把这些人全杀了，来个血祭什么的。我修炼的功法跟血祭无关，杀一个万寿谷圣子，震慑他们就够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得到镇妖塔，迟则生变。随后，龙轩成功收下镇妖塔，一种紧密的羁绊感袭上心头，同时还有一股信息钻入龙轩脑海。镇妖塔，镇山中大妖，困世间万敌，元婴真君也很难毁掉镇妖塔。如果法力足够，可镇压化神之下一切大妖。要是躲在里面，元婴一时半会儿也伤不到我。这就是天地气运。是，提升金丹品质只是最微小的作用，最大作用是你未来会多出很多机缘，足以造就一个元婴真君。只是元婴真君，只是一小团气运，你还想怎样？如果是一股天大的气运，能轮到你？没有镇妖塔镇压，这妖殿彻底被魔妖掌控了，快走！这么多黑影，以前那些进来的修士是怎么活着出去的？哎，这才是魔妖的高明之处。每次开启，魔妖都会让黑影暗中将一些修士杀了，吞噬生机、杀气、魔气。如果全杀了，下次谁还敢进来？魔妖被封印在古妖园地底，之所以盯上你，大概率是你的功法缘故。生机、杀气、魔气三者俱全，这是魔妖最好的宝药。等等，如果是我功法的缘故，霍云还铁了心要与我合作，就能解释了。这厮八成跟魔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算了，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，古妖园不去了，我就等着一技打开，离开这里。随后，龙轩拿出一颗9乘8杂质的破阶丹，直接吞服了下去。负面杂质开始逆转，形成庞大的正面药力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他脱困了？他不是快死了吗？
应该不是，他真脱困了，动静不会这么小。晕而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身上的追踪咒法也被轻易化解了，究竟是谁杀的？能轻松杀死万寿谷圣子，这种存在只能是金丹真人，不过金丹混不进去。应该是里面出现了变故，和遗迹的震动有关。就在刚刚，龙轩斩杀万寿谷圣子，震慑众人，逼迫小剑仙交出玉石，并成功收服宝塔。不好，万寿圣子死亡，那小青牛怕是也死了。这天青牛是来算账的。一清真君，管好你座下老牛。嫡系后裔阵亡，难免愤怒。我没兴趣管谁杀了小牛犊子。镇妖塔被取走，激怒了内卫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固封印，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纰漏，仙堂降罪，你我免不了麻烦。大妈，那封印之阵对抗魔妖，我们无法加固，只能等3个月后。见过老祖。镇妖塔被哪位天骄取走了？若是其他势力，老祖未结束前，元婴不得干预一技之事，否则就是一场镇魔大战。明白了。吞服了一堆破阶丹，终于到了筑基大圆满。天道筑基加上天煞真魔功，法力浑厚程度已经和金丹相差无几，质量上差了一丝。可惜当初用的只是下等的离火煞气，否则质量上能够完全媲美金丹。你有点不对劲，刚才哪来的天劫？你感应错了。不过已经1个月了，那群筑基全都去了古药园，你真打算在这一直苟着？离开这里后，我就能安稳结丹，何必去药园自找不痛快？哎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家伙是怎么100多岁才筑基，感情太狗。你没听说过富贵险中求吗？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身负天地气运，无形中会多出一些机缘吗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得到了气运，机缘你想躲都躲不掉。你不是遮蔽了魔妖的感知吗？魔妖这种存在都精通一些推演神通，这种无法遮蔽，看来他是对你志在必得，施展这神通的代价不会小。你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他？这阵法坚持不了几天了，再加把劲儿。这阵法顶多坚持7天，神龙草、天魔花都是我的。机缘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来都来了，先捞一波。张老三，你给老子住手！刚才阵法被破，防御力大大削弱，快趁机破开！速速破开，擒杀张老三，他收割灵药依旧是我们的。万年天苍玉树，果然有问题，这树成精了，小心！颜如玉，你是神？无名小卒。你身上有纯粹的魔气，天魔教的人吧？天魔教的那几位天骄我都见过，可没见过你。你是张老三？不是。你我合作如何？逃离这里。现在魔妖的一丝分魂莫名受创，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。受创？龙轩突然想起来红毛鸟说过的话，那个黑雾组成的传送空间会让魔妖付出一定的代价。感情我在无形中帮了颜如玉一把。可以。这地下的阵法是3阶，我这一柄破阵锥已经损伤，你可有破阵符？有。哇，3阶一打，全是3阶。破阵吧。有这么多3阶符箓，应该够了。接上集，本想安稳苟着发育的龙轩，却惨遭魔妖锁定，被迫卷入古药园，惨遭埋伏，竟意外撞见消失多极的颜如玉。你这女人还真是防不胜防啊！
法宝，你一个筑基怎么能催动法宝？江陵霍家的人原来是妖族，你们怎么可能进这一计？不对，你们身上有人族气息，难不成霍家人全都是半人半妖？半人半妖，人妖。哼，为了这一天，我万妖山筹划了多年。严仙子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。张兄一诺千金，果然按照约定来了。你认识他？打过交道，只是之前不清楚他是妖族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没兴趣，我只想离开这里，让开。现在想走，是不是太晚了？见过焦左，这个女人有点问题，杀了她。至于这个人能将天煞真魔功修炼到如此地步，正好当作容器，本尊亲自动手。焦祖魔妖。不是真正的魔妖，他还无法从封印中脱困，只是他一丝神魂附着在青灵蟒身上罢了，算是分身。但是即便是分身，也有金丹初期的实力。3000年没死，虚弱成这样了，一丝神魂附着青鳞蟒，还能这么强？容器吗？果然是因为天煞真魔功。你们杀了他，自认本尊来。悟道结丹就掌握了剑势，你是上清宫的圣子。伪法宝都扛不住，好几次乌龟壳就管用吗？哼，你只是筑基圆满，随意虐杀的货色。他法力薄弱，支撑不了法宝的消耗，速速杀了他！妖光无神，神族的第一美人，不管你是什么来历，今日都要死！凤族神通。龙雪，多谢了。这魔妖的分身皮肉太厚，难以杀死。现在你我联手可以解决。龙轩，这个仇本座记下了。战斗到现在，法力快耗尽了吗？确实，法力将尽。现在你们拿什么跟本尊斗？魔妖在这里受到煞气和魔气的滋养，恢复力惊人，就算拼命也很难真正杀死，符宝也没用，再加上你我法力耗尽，胜算几乎为零。我有3张风雷符，能不能逃出去，全凭造化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？龙轩盯着颜如玉浮凸的身段，呼吸越来越急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燥热感越来越强。还有第3波人，快走！一旁的焦祖双瞳闪过一抹，看了4周一。身为魔妖，早就察觉有第3方的存在，只是以他的神识，也没有找到源头。不管是谁搞鬼，现在你们俩都得死！现在你们俩都得死！哦，只是一个附身，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你怎么还有3阶佛目？我不信你！
终于死了。小子，原以为本尊这么好杀，现在的你手段尽出，拿什么防御本尊的这丝神魂？这一刻，我等了很久。这具身体，本尊要待到我离开遗迹，储备1、2，真身就可以脱困。不巧，我也在等这一刻。天道主祭，怎么可能？不管你是什么来历，待本尊出世，必夺你天道刀铠！魔妖发出不甘的怒吼，彻底的消亡，融入龙轩的灵石当中。同时，脑海中多出了一些记忆碎片，但来不及探查那些记忆碎片，在激发一堆3阶符箓后，意识开始模糊。望着颜如玉那娇嫩的躯体，龙轩呼吸粗重，没了法力维持，造处术退去，回归龙轩本来的面貌。呀！你想干什么？呀！咯，冰清玉洁的你也有今天，好徒弟，真是便宜你了。这女人是太阴之体，元阴作用极大，再加上你之前得到的气运，乱七八糟的结丹灵物，若是结丹成功，大有希望成为8转金丹。我被女色所伤，竟憔悴至此，自今日始戒色。龙轩，你叫龙轩是吧？是，有问题。天魔老祖首徒，赵国隐藏最深的人。深没你深。第一，这件事永远烂在心里；第二，你我永远不要再见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天不见影？原来是跟美女都吹箫去了。咋的？你被哪个渣男伤了？心有感触？伤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能入姑奶奶的法眼。你在药园收获的差不多了吧？等遗迹开启，你我离开这里之后，解除灵气，分道扬镳。言而有信，好。这些时日身心俱疲，法力空虚，先找个地方恢复法力再说。咦，我的功法彻底圆满了，难不成魔妖一丝残魂的煞气全被天道道台吸收了？这是太阴之体的原因，金丹8转有望。先让我看看万寿谷圣子的储物袋都有什么宝贝。灵石20万，万寿谷的御兽秘法，功法。咦，这是地图，等结丹了，沿着箭头找找。龙轩将所有物品收起，轻舒口气，一技之行收获极大，但潜在危险更多。等他出去后，恐怕整个赵国修仙界都会盯上他。纸人傀儡该提上日程了，万一曝光，成千上万个龙轩散出去，元婴不出动，谁能找到我的真身？等解决了柳望川、楚子雪，此行一计彻底结束。上官清瑶，将紫灵花交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该死！哇！张师兄，救我！师妹愿做你的道侣，助你修行。什么？张老三？张道友，我只要上官清瑶身上的紫灵花，我用几件顶级法器交换如何？加附真兰楼主，老祖乃是元婴真君，你看。张师兄，不可！此人狡诈异常，现在怕是已经传讯他的同门来围攻你了。你身上毕竟有镇妖塔，还有大量灵药。你话真多，现在还要与我交易紫灵花吗？不交易了。张道友实力惊天，我等佩服。我只问一个问题，谁能告诉我柳望川在哪？我见过，在遗迹南边，那里是妖宗天牢，阴煞之气很重，有很多冤魂。柳望川好像去了那里。妖宗天牢，他去那里干什么？少楼主，难不成就看着此人离开不管吗？你想找死，别拉着我们。那个凶神实力这么强，且精通剑道，我们这么多人联手都不可能是其对手。剑道擅长速度，没有任何围剿的可能性。就在龙轩离开后不久，沉默良久的许墨风默默掏出一只6足蜈蚣躺在手心。这是天魔教古风的6足蛊虫，少楼主难不成想？
这种蛊虫分为雌雄，能互相感应，哪怕是距离千里。此虫气息如顽石，筑基境的灵石基本上察觉不到。相比较紫灵花，张老三身上的镇妖塔才是至宝。离开遗迹，请楼内的几位金丹真人出手，找机会杀死此人，掠夺镇妖塔。哦，少楼主高明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你老祖宗是元婴真君，我不想得罪，但你为什么要找死？咦？竟是上古范圣真君的功法范圣魔功，其久远程度甚至超过了魔妖。据说那位范圣真君没有法力，以肉身成元婴，拳碎山海，力大无穷，防御力更恐怖，就连元婴法宝也难伤其分毫。只要修炼到第3、第4境，甚至可以断肢重生。结丹后必须修炼。处理完了。朱雀，你能否遮蔽我的真实面孔和气息，让元婴也无法探查？咋的？你得罪了元婴真君不成？镇妖塔事关重大，如果离开遗迹后被元婴真君搜寻到，你我怕是小命不保。应该能短时间屏蔽，时间长了瞒不过元婴真君的神识感应。几位何必挣扎，进我万魂幡，往后我等坐而论道，待我成就飞升仙界，尔等可与我共享长生。柳望川，我们若是全死在这，你出去后势必会被各大势力高层追杀，不如放我们离开，此事既往不咎。追杀？是张老三把你们杀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早在古妖园时，我就打定了主意，将你们的死嫁祸给张老三。柳师兄，杀了我，对你万魂幡的增幅也不大，何必把人往绝路上逼迫？哼！楚子雪，天魔教都知道我对你痴情很久，殊不知我痴情的是你的魂魄。阴年阴月阴时生，虽非太阴之体，但神魂潜力巨大，假以时日，你会成为我魂幡中最强大的阴魂，你们都将成为万魂幡中的一员，再将你们的肉身炼成血丹，足以助我成就6转金丹。用不了一炷香，这些人的底牌都会消耗殆尽。等将这些人全部炼化成阴魂，再去找张老三复仇。不染眼的东西，滚出来！这同门的感应令牌还真是麻烦，倒是好宝贝，甚至比一些法宝潜力还要大。张老三。张师兄，我这万魂幡威力你也见到了，可别自讨没趣。呵，不愧为天魔教主座下的真传，见了我竟然还能忍得住。张师兄，别逼我，就算你有云雷剑这种克制阴物的伪法宝，但这种大消耗的东西，你能攻击几次？魂幡内阴魂10万，你又能杀多少？张老三，别找死，给我滚！这家伙当真是变态，快走！张老三，你又坏我大事，今日就算拼了命，也要将你杀死！夺魂，阴鬼！我不信你还不死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强的战力，居然不是真身！你很聪明，能这么快察觉幻影的本质，很可惜自身实力不行。你果然将此功修炼到了圆满。成王败寇，无话可说。我愿化为万魂幡的阴魂。他日师弟若是结阴，和天魔教主起了冲突，还望放他一命。
小子是个人物。接上集，龙轩成功斩杀柳望川，收获魔门至宝万魂幡。万魂幡到手，再添一大助力。你假死能瞒得住柳望川，瞒不住我，起来吧。哥哥，张师兄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你被柳望川拘走的魂魄气息与你一致，那是什么？父亲利用秘法分割出的一丝神魂，多年阴养，炼制成了我的替身之魂。不过我这种假死状态持续不了太久，如果张师兄需要，我回去后可以给师兄要一份炼制之法。原来如此，今日多谢张师兄救命之恩，他日妾身定会回报。你对我还有点用，给你2个选择，死或者为奴100年。妾身与张师兄没有仇怨吧？100年不行，50年，且不能曝光出去。可以。你走吧，随时可通过神魂禁制与我联系。是。半年前你视我为奴，欲要炼我为炉鼎，半年后我收你为奴，也许这就是因果。距离遗迹重开还有一段时日，遗迹最值钱的东西也已经到手，没必要再跑出去节外生枝。血峰的风主之女以及晨光里都惨死在了造化池。这魔妖到底在遗迹中留了多少后手？龙轩脸色凝重，据楚子雪所述，造化池最深处隐藏着10几头金丹期的魔蛟，似乎是魔妖的后裔。不仅如此，平静3000年的遗迹，各处都有一些金丹妖兽冒出来，几大势力的人马死亡数量飙升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魔妖大概率要脱困，脱困那些元婴应该会顶着。咦，他们可顶不住，你做好准备吧，用不了太久，魔妖就会找上你的门。罢了，分别前传你一部秘术，可暂时遮掩元婴的神识探查。哦，此术名为瞒天术。魔龙宫圆满，瞒天术大成，离开遗迹准备结丹。终于出来了。天魔教的人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回前辈，遗迹中莫名出现很多3阶妖兽，大约30-40只，很多修士都被杀死。开玩笑，嫁祸给张老三。要是张老三以后没死，倒霉的就是自己了。3阶妖兽，我儿是谁杀的？可别说是什么妖兽。不知，我们一直躲着，不敢出来。随后一道道身影从秘境中仓皇逃出，正魔都有，其中有雪灵宗颜如玉、小剑仙江一剑、青云门的周青云、缥缈谷的庆羽扇等等。天魔教还真是了不起啊！柳望川一人灭了几10个筑基圆满，差点干掉5个绝顶天骄，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还有一个张老三，杀了万寿谷圣子，夺了镇妖塔，综合实力堪比贾丹。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。柳望川死了。死了，看来是张老三做的。这家伙居然扛得住万魂幡，我儿子也死了。诸位可知是谁干的？严仙子，这件事大概率是张老三做的。你见过他没有？没有。我赵国修仙界倒是出了一个妖孽，不知是天魔教的哪位。有意思，小贝，你杀了多少人？我没兴趣管。不过这妖塔事关重大，你拿着早晚引出大火，交出来吧。你的遮掩秘术虽惊人，但想靠此瞒天过海还差了点。推演秘宝，不好，快跑！这是推演天机之物，能测算出你的真身。你那点气运挡不住天机推演。你觉得在一个元婴真君面前，我能逃得了？图鉴，我戒了，你再敲一下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镇妖塔这上古之物，有缘者得之，我不会拿。可你应该知道，里面的东西对仙堂的某些人至关重要。这个货你天魔教扛不起，这样吧，让他命令塔灵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我上清宫有一个能容纳那东西的容器。闭嘴，有货我扛。镇妖塔里的气运，我们主动交出还好说，
倘若让他们亲自过来取，那就不只是取走气运这么简单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何缘故？前不久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兴许是仙堂皇帝的老婆被抢了吧。走吧，先加固魔药的封印。接上集，遗迹之行圆满结束，龙轩不仅收获万魂幡，甚至让楚子雪成为奴仆。见过老祖。老祖，柳望川毕竟是圣子候选，如今被同门所杀。技不如人，死了也就死了。你想给你那私生子报仇？天魔教的规矩你忘了？结丹之上，禁止掺和弟子间的争斗，收起你那点歪心思。徒弟，这次干得不错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心存芥蒂，既如此，你自己找个地方结丹吧，回来让我瞧瞧你能不能成就8转金丹。对了，你自己小心照顾那些个元婴，你那个善良的师尊最近不安分，我要镇压，无暇他顾。结丹动静可能有些大，得跑远点，还得找一套顶级的阵法，以防不测。天魔教弟子都跟我走。请奉一个人族后辈，把你分魂杀死，也不嫌丢人。那个人族法力远超筑基。镇妖塔被妖族过于克制，想办法毁掉或者夺走。屠剑和青羽真君已经入了遗迹，加固封印之阵。接下来就仰仗你大师了。这一记是4阶顶级的阵法玄元阵，老夫破开需要时间。既如此，那就另个昨年下吧，与赵国修仙界开战，顺便将灵族势力的注意力转移。听青凤提起，镇妖塔中有一方气运，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那几个王侯应该会对这气运感兴趣，正好将赵国修仙界搅浑，越浑越好。见过主人，您要的东西。做得不错。阴阳合欢经金丹篇顶级功法双修宝典，另一半的灵根层次越高，修炼越快，副作用极度伤肾，容易精尽人亡，负面逆转，极度壮肾，越双修精元越足。可惜没有高等的炉鼎修炼法，不然逆转副作用效果更强。如果主人想与我双修，能不能等我结丹以后？这功法我只是尝试罢了，与不与你双修还未定，尽力结丹成为圣女。唉，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雪儿，为复活不了多久了，以后靠你自己。你虽即将成为圣女，但天外有天，不可骄傲自满。如果可以，你找个人品过得去的道侣吧。道理。还有，你往日的恩恩怨怨也都放下吧。父亲说的可是龙轩，我对他已经没什么恩怨了。明日你去拜访他，送上一些灵石，化解往日的恩怨。是。龙轩第一次出任务去了在流云城，张老三恰好在流云城，遗迹开始就闭关3个月，闭关期间张老三又从遗迹冒出来，闭关结束出关后张老三又没了踪迹，这2人从未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上。小儿从遗迹回来后状态也不正常，我调查许久，张老三在遗迹杀了柳望川，以他狠辣的性子，最后没杀我女儿，不杀那就是对他有用，怕是已经被控制了。老爷有何吩咐？岳长老还在吧？不清楚。去查查，找机会把他杀了，脑袋剁了送到1号院。老爷，杀金丹长老是门中大忌，若是被查出来，您怕是……一个金丹长老屡次插手弟子间的争斗，他坏了规矩，查出来又如何？况且他插手的还是老祖首徒的事情，闹到上面去，老祖只会赞许，而不是惩戒于我。吹！老爷，岳长老不在教众。不在，难不成像那些长老一样去搜查张老三的下落了？真是猪油蒙了心。那个狠小子若是结丹，这群家伙都得被清算。把这个消息送到1号院。老爷，龙轩也不见了。
什么？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？以他的谨慎，应该无事。另外，这件事保密。接上集，想要复仇的天魔教主被天魔老祖暂时压下，天魔教终于有人开始怀疑龙轩与张老三之间的关系。夫君，这次去流云城，可得给我买1枚破阶丹，借身卡在一重好久了呢。你又不是不知道破阶丹多贵，咱们攒了这么久的灵石也买不起，还得供儿子修炼，入不敷出。要不咱们去当劫修吧？你我这修为，当劫修不被劫就不错了。富贵险中求嘛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那2人没什么异常，不是张老三？未必，张老三疑似身怀秘宝，擅长隐匿和改变气息。如果是他，不会大摇大摆的从天魔叫出来。况且张老三擅长隐匿，是孤身一人，不是2人。那个女修，难不成也擅长，能瞒过堂堂金丹真人的灵石？任何隐匿手段都会有破绽，万免等吧。如果得到他手里的大量数千年份的灵药，甚至镇妖塔，我们未必不能一窥元婴大道。这个机会来之不易，我们等得起，几年都行，他早晚会出来。哼，要我说，直接见一个杀一个，我就不信张老三一直龟缩天魔教。你想死，别拉着我们，在天魔山脉外大肆杀戮天魔教弟子，你这是挑起天魔教与我们的战争。吓死我了！一路过来，像是被洪水猛兽窥伺一样。主人，在天魔教结丹不好吗？有老祖看着。结丹事关重大，如果出了问题，真身就会曝光，突破结丹引动天界。要是消息走漏，赵国修仙界的那群元婴都得将目光聚集过来。走吧，赶紧结丹。事不宜迟，开始结丹。龙轩吃下准备好的魔焰花，体内运转魔龙功，一股强悍的假丹气息从龙轩体内爆发，向周围扩散。魔龙宫修炼者必成假丹。就在这时，假丹气息湮灭，取而代之的是金丹的可怕气息。魔龙宫负面逆转，假丹变金丹，神智清醒，身份逆转。魔妖帝祖经的修炼者成为人药，以一身的神魂修为肉身为养料，供魔龙宫修炼者吞噬，滋养境界修为。结丹成功，龙轩拿出之前准备好的各种提升金丹品质的结丹灵物，不断提升金丹品质。这什么品质的金丹？灵石强度堪比金丹中期，搜查范围400里。想趁我病要我命，几道强大的金丹气息正在迅速接近，不过在200里外就停了下来。不仅如此，还把那10几个筑基修士尽数拦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了，8转金丹已经是极限了，结丹开始收尾。9转金丹，9转金丹所需的物质是天道筑基，只有天道筑基才能成就9转金丹，这是一条为世人不知的大道。天道筑基、完美金丹以及传闻中的5色元婴。天煞真魔功禁忌功法等级不详，收集天地极阴极煞之气融入道材，煞气越多，法力威力越强，最高可超越铜镜1倍。副作用：融合极煞之气将会痛苦不堪，九死一生，且修炼困难无比，谨慎修炼。负面逆转，每提升一重境界都会引下云雷，以雷霆淬炼修为，舒爽不堪，让法力更加精纯强大。天雷克制煞气，但不可能被劈死，谨慎修炼。灵石堪比结丹后期，法力比肩中期巅峰接近5重，现在的实力，金丹中期能杀，后期打不过也能跑。历时1个月，终于结束。116岁，金丹大成，寿元800年。恭喜道友结丹成功，我元国再添一位真人，在下落云中将，身居长老之职，钟青红。在下王武，见过诸位道友。敢问王道友，
是急转金丹，能搅动万丈风云，还伴随雷鸣。道友这金丹品质不低啊。6转罢了，至于雷鸣，在下雷灵根，修炼的乃是上古的特殊功法，闹出的动静跟此有关。原来是雷灵根，世间罕见了。道友是散修吧？散修结丹可不容易。这几个之前趁道友结丹意图不轨，我擅自主张将其抓了回来，交给道友处置。前辈，放过我！前辈饶命啊！王道友修炼的剑道，正是年少时坠落悬崖，偶遇一处古洞府，此功法得自那位洞府的前辈。王道友继人身后，不知道有可愿入我钟家当一个客卿长老？这个我不喜被束缚。接上集，龙轩开始结丹，竟意外成就9转金丹，窥探出一条为世人不知的大道。结丹气息之强，引得邻国金丹真人前来拉拢。王道友怕是多虑，我钟家的客卿长老没什么限制，来去自由，只是在家族需要的时候出手帮衬，且有报酬。只要道友愿入我钟家做长老，每年给道友20万灵石。如果需要购置灵药、阵法，7折加有我。我钟家有筑基女性，也可做道友的事情。若是王道友对家族有贡献，可卖给道友4阶阵法。此事容我想想。不急，7日后我在琅琊仙城设宴，为道友庆贺金丹大成。好。我现在任职琅琊仙城城主之位，道友可随时传讯于我。此人的来历终归没查清，贸然许诺重礼，怕是不妥。只要不是魔修，管他什么来历。而且此人在偏僻之地结丹，说明没什么危险。这段时间赵国传来消息，天魔教的天骄张老三在遗迹杀了一群筑基圆满的天骄，堪称无敌。这人多半跟那姓张的有仇，这才躲避至此。此刻招揽正是时机。钟月，你速速回家族，将那几个筑基期的美貌族人喊来。此人生机旺盛如烘炉，说明很年轻，年轻难过美人关。趁摆宴之时，介绍给王道友。几个美人入环后，倘若生下一男半女，钟家和此人就彻底保死了。一来二去，王屋很快变成钟屋。主人随意加入其他势力，您不怕老祖？天魔教他都不在乎，怎么会在意我加入哪个势力？修炼速度还是太慢了，突破结丹2重估计需要10年时间。龙轩想了想，将《阴阳合欢经》中的女子修炼的篇章给了绿萝。这功法可熟悉了？熟悉了。那就开始吧。尼卡在筑基4重也很久了，正好助你突破。负面逆转中，在逆天的副作用下，龙轩只感觉精气越来越足，原本平平无奇的肾脏迅速的变强，修为也加快了一点速度。这阴阳合欢经果然强悍，修为精进了一些，5天时间堪比正常修炼1个多月。道侣灵根越强，修炼越快。如果天天跟颜如玉双修，1天比肩1个月。不过没有药物加持，我最多能双修5天，再多身体就会不行了。范圣魔功该提上日程了。如果将这部上古第一炼体法修炼到金丹境界，我可以不停歇，持续数月之久。之后，龙轩前往琅琊仙城参加钟青红为他本身的庆贺。能让钟道友如此重视，看来王道友不简单，不知出身赵国什么地方。此人是琅琊仙城周边的散修，为人阴险狡诈，实力极强。如今大限将至，行事说话没有顾忌，还是不请自来的。王道友莫要在意他。小地方罢了。老夫也没什么恶意，既然道友出身赵国，我只想打探一点消息。老夫可是听说赵国天魔教的长老三身怀数千株千年灵药，且没有上交宗门，道友不心动吗？心动又能如何？距离太远，况且张老三被一群金丹盯上，我这刚踏入金丹，一脚踏进去，怕是死无全尸。按照各大势力的规矩，弟子在遗迹搜刮来的灵药，需要上交1大半给宗门。道友怎么知道他没上交宗门？自然是天魔教的人告诉老夫的。此人是天魔教弟子，厉逵，进过封魔遗迹，也与张老三有旧怨。为了不被张老三清算，兄弟2人来到了元国。他弟弟于成在遗迹中也获得了一点机缘，因而准备结丹，不巧被我察觉到了他们身上的魔道气息，抓了回来。可惜当时在8族之一李家大本营，不好动手，让他弟弟逃脱了。
不知玉阳子今日到来，什么意思？王道友年纪轻轻就金丹大成，恐怕去过遗迹吧？不知张老三手里可有延寿果？遗迹我一个散修哪里能进去，并不清楚。不过玉阳子既然说出延寿果，恐怕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。我今日来就是邀请诸位与我一同前往赵国捕杀张老三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？随后玉阳子邀请几人搜寻张老三踪迹，谋夺灵药。除了龙轩拒绝，大部分人都同意了玉阳子的合作。是我疏忽了，没想到此人会盯上王道友。没什么，不知钟道友可认识三阶炼器师？我想炼制法宝。这里有，琅琊仙城就有一位，曾经是钟家的供奉，如今在仙城颐养天年，我这就请他过来。多谢了。片刻后，几个气质绝佳的女修袅袅婷婷地走进来，一共5个少女，有御姐、萝莉、清纯，像是进了盘丝洞。少女们围绕着龙轩，一口一个前辈，声音悦耳，请教结丹心得。直到深夜，那位3阶炼器师才姗姗来迟。龙轩混个脸熟，约定了7日后炼器，这才告辞离去。刚才绿萝可是看到主人大为心动，讲了半天结丹心得，临走时还恋恋不舍。绿萝只希望主人不要抛下我，哪怕在身边做些杂活也好。钟家想钓鱼演戏，我陪着他们演罢了。那几个女修资质容貌都是绝顶，地位在钟家不会低，就算我成为钟家的客卿，也吃不到。说白了，像是掉在驴子面前的胡萝卜。我出身赵国，只有钟清红他们清楚。玉阳子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他们透露给玉阳子我赵国修士的身份。玉阳子想得到更多张老三的消息，自然找上门来，于是会对我造成威胁。外有玉阳子威胁，内有钟家天之娇女的诱惑，我只能成为钟家客卿，而且还得感恩戴德。那主人不加入钟家了？虽有算计，但并无太大恶意，有利可图，为何不加入？只是现在不是时机罢了。而且腿长在我身上，我龙某人白嫖完就走。虽有把握干掉金丹中期巅峰，但还是谨慎一点。那厮大限将至，天知道会发什么疯。保命第一，5件法宝，再加上强化版的天煞魔铠，就算站着让玉阳子打，他也破不了防。玉如意中品防御法宝，展开如意光照，可抵挡金丹攻击。副作用：非玉如意原主人运养，他人运用，发挥的威力极低。负面逆转：非原主人运养，他人运用，发挥的威力极高，最高120威力。哦。这岂不是说这些法宝全能当做本命法宝，完美使用？话毕，龙轩迅速祭炼这些法宝。接下来是攻击法宝。血阴窟，此物反噬极大，威力最强，攻击人前先吞主人的精血。血阴窟威力极强，全力催动，可伤金丹后期或大圆满。副作用：至阴至血，催动前需大量本人精血，事后反噬，重创神魂与肉身。负面逆转：至阴至血，催动前法宝所吞精血，本人无限创造，事后反补，治疗神魂与肉身。卧槽，牛逼！如此一来，我可以无限制使用骷髅头，还得是魔道法宝，就是给力。随后，龙轩开始修炼法术，一个是上古10大金丹法术之一天罡魔焰，一个是本命功法附带的第3道法术天煞真魔法相。金丹顶级法术天罡魔焰，修炼大成，威力可污染法宝。副作用：修炼时有焚烧之痛，施展时消耗法力极大，只可当作底牌。副作用逆转：清凉舒适，施展时消耗法力很小，只可当作底牌。之后，正在修炼的龙轩突然想起之前斩杀万兽古圣子时所获的地图，刚拿到手的时候，地图除了箭头没其他反应。此刻剑指南方，散发红光。小子，将灵药乖乖交出来，我正好缺个双修童子，可以对你网开一面，不识好歹。这位道友，做个交易如何？这个人我带走。道友面生，不知出自哪个势力？袁国林家。林家，我只要他储物袋里面的灵药，人你可以带走。小辈，储物袋交出来，我保你们的命。多谢前辈。龙轩拿起储物袋，往里面一扫，从中拿出一件法器，形似罗盘，微微发着红光，气息和地图指引一致。地图指引应该指的是此物。不仅如此，拿到罗盘后，体内天煞真魔功自动运转，似乎有些雀跃。这些东西和我的功法有关。这东西我要了。可以，不过你得拿10件顶级法器换。可以。
哥哥，道友大气，这小辈身上的东西都是来自真魔殿，那里宝物不少，道友可愿与妾身一起去寻访宝地？真魔殿。传闻真魔殿和第1代天魔教主有关，只有手持血印才能进去。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得到了真魔殿的位置，这才远赴元国碰碰机缘，你不知道吗？道友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信息的？自然是。玉阳子和你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我师兄？接上集，面对钟青红的陷阱，龙轩打算将计就计，随后在外寻找宝物，顺手救下在被追杀的于成。你怎么知道我师兄？原来玉阳子出身合欢宗，还号称散修，呵，怪不得参加个宴会还要玩女人。本来敲我竹杠，我懒得理会你，可你非得找死。600里内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把你宰了，合欢宗也查不到我头上。道友，我不想和你打，道友放过我好吗？我可以扫他以待，服侍你呢。哥哥，同阶之中可没几个能瞬间破开我的媚术，你倒是有些本事。剧情这么好看，我知道你在等片尾彩蛋，但真正懂自己的女孩，从来都主动创造惊喜。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还以为你有多强呢，见识只是小成，而且还没有修炼金丹境的剑道功法，害得我白白鸡蛋这么久，早知道之前就把你拿下了。现在尝试才刚刚开始。天魔法相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法术威力还行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金丹初期。哼哼，再试试这道法术。天罡魔焰，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失传的法术？不管你是天魔教的什么人，今日之事，我必让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我还没实验够，你跑什么？本来还想拿你试试我的实力，真是不经揍。不过实验出了法术威力，咱以天魔法相配合天罡魔焰，碾压金丹中期没什么问题。若是将这法术修炼到大成，一般金丹后期可以掰掰手腕。弟子于成见过前辈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若有需要，弟子愿效犬马之劳。你不问问我是天魔教哪位长老？前辈名讳，弟子不敢多问。是吗？你不是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什么？弟子怎能知？张师，张前辈。元国境内到底是谁杀了师妹？红粉师叔不是在宗门内吗？他怎么在这？剧情这么好看，我知道你在等片尾彩蛋，但真正懂自己的女孩，从来都主动创造惊喜。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，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，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，快乐直接翻倍！别等了，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，上闲鱼搜妇女节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。我和他有事情相商。原来如此，会不会是雪灵宗的长老杀得红粉师叔？颜如玉被我等追杀，雪灵宗那边不可能这么快反应过来。气息被消除的干干净净，看这战场，应该是金丹中期的强者。金丹中期一样也要死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此仇太大，且于成身上的奇摩罗盘事关重大，他得弄到手。见过大长老。附近千里搜索颜如玉的踪迹，此事关乎老祖突破结婴中期，同时搜查杀死红粉姑的真凶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杀我合欢宗长老，他都得死。颜如玉逃了，此女身上秘密不小，我这就安排族人暗中调查，要不要通知钟家族长？
不必，我亲自走上一趟。于城被抓走，真魔殿的消息保不住了，得尽快想办法进去。张前辈，我之所以来元国，一是为了结丹，二是为了躲避您的追杀，三是真魔殿。你怎么知道真魔殿？回张前辈从遗迹中的一个古洞府得到的手札，当年第一代天魔教主还是金丹修士，和一个名叫松柏上人的金丹真人在元国建立真魔殿，后才入的赵国。松柏上人拜入了妖宗，第一代天魔教主创立了天魔教。之后大战，松柏上人被先朝灭杀，遗留一个古洞府。真魔殿到底是什么？一个空间节点，当年第一代教主和松柏上人并非赵国之人，而是来自南红域，通过节点传送到这里的，传送回去需要这奇摩罗盘以及血影图护身，否则会被空间乱流撕碎。什么？好，这个真魔殿的事情都有谁知道？我哥厉逵，现在玉阳子应该也知道了。玉阳子，王道友，老夫玉阳子特来拜访。王道友，老夫玉阳子特来拜访。王道友，这洞府清雅别致，让人羡煞啊！玉阳子道友拜访我，该不会还是为了进入你所谓的密地，然后追捕张老三吧？的确是，那密地中有破镜丹，还有诸多金丹期的修炼资源。破镜丹。龙轩佯装心动，假装思索了一会，可为真？我发道誓，那是第一代天魔教主建立之地，修炼资源必定丰厚。既如此，我答应了。好，就等着王道友这句话。1个月后，云景山会合，只有我们4人前往。随后两人闲聊了片刻，气氛融洽，好似多年的老友。临走前，玉阳子问龙轩有没有见到一位金丹初期的绝色女修。龙轩心中冷笑，脸上却是茫然，摇头表示不知。玉阳子盯着他的脸，实在看不出什么，只得悻悻离去。金丹初期的绝色女修，主人，这合欢宗都开始打金丹的主意了，疯了不成？不知道，不关我们的事。你兄长没跟来，8成已经被榨干价值，被玉阳子杀了。请张前辈出手，为我哥报仇，此生我甘愿做牛做马。我尽力而为，此事过后，你帮我守着真魔殿。多谢张前辈。主人，你再找个侍女吧。呜呜，这般高强度双修，绿萝扛不住了。范圣魔功得提上日程了，顺便和钟家增进一下关系，还有炉鼎法。范圣魔功法力溶解，以身为道台，金丹元婴，肉身成圣，力可拔山，身比法宝，不死不灭。副作用：修炼肉身，在无法修炼法力，以大量药浴为辅，锤炼己身。前期淬炼肉、血、骨、经脉、内脏，后期粉碎五指、手臂、双腿、躯干、头颅等，痛苦无边，死亡率高达99%。肉身之道比正常修炼艰难万分，谨慎选择。怪不得这上古第一炼体法没人修炼。负面逆转，修炼肉身可修炼法力，以药浴为辅，锤炼己身。前期肉、血等无需粉碎，可直接淬炼重塑；后期无需粉碎五指、手臂、双腿等，直接重塑，舒服无边，生还率高达99%。肉身之道比正常修炼轻松万分，谨慎选择。哦。力量、体力、反应速度、爆发力暴涨数倍，可惜肉身层次太低，对实力没多少增幅。如果再砸几百万灵石，1个月内我就能肉身成就金丹。等肉身金丹凝聚玉魔血，气血如烘炉，可断之重生，生存能力质的飞跃，再加上防御法宝，谁能杀我？嘿嘿，王道友果然守诺。怎么不见火云道友？火云道友有要事在身，走吧。这玉阳子不积极的寻找杀他师妹的凶手，跟着几个小角色偷偷摸摸一起远行。看来密地是真的，且让他们在前当探路，我当一回渔翁。王道友，此行你我3人都是金丹初期，这玉阳子可是金丹中期，如果不联手，怕是会被此人吞的骨头都不剩。李道友说的没错，王道友意下如何？我们联手才有生存的希望。龙轩眼神眯起，不知道这2个是试探还是真想联手。他给了模棱两可的回答。
玉阳子道友应该不是那种人，不过他真起了心思，和2位道友联手，亦无不可。3阶顶级阵法还是攻防一体的。嘿嘿，不然怎么请3位道友来与我联手破阵？王道友的剑道具有穿透性，能试探薄弱处，这方面就请你出手了。当然还有礼，需2位道友配合。可以。如此阵法，里面定有重宝。随后，龙轩装模作样的记起飞剑，而灵石则是悄然延伸至山谷各处，以防万一。什么鬼？个个都是老六。找到薄弱点了，快攻击此处！徐道友，你五彩珠有防御之效，你先进。不好，阻止他们！这3阶阵法当真是强悍，不是单一的水阵，而是5行阵法结合。跟我走。3位宝物，老夫先查探，没意见吧？李、徐2位老祖沉默不语，苦笑点头。王道友，在此之前，我想打听张老三的讯息，不知可否告知？这是何意？过河拆桥？过河拆桥不至于，你和厉逵都是从遗迹出来的吧？那个废物太弱了，我还要指望王道友寻找张老三的踪迹呢。张老三在天魔教，怎么把他引出来？没办法引，不过如今妖兽入侵，张老三想修为精进，只能出来获取大量3阶妖丹、炼制丹药，到时候在古云城守株待兔即可。玉阳子闻言露出思索，似乎在判断真伪，又问了张老三功法、法术、法器等相关细节。龙轩半真半假的告知：王道友既然去过遗迹，身上想必有几株千年灵药吧？不知是什么灵药？你什么意思？若非想套出话来，免得你逃遁，早就干掉你了。钢结丹实力太弱了。一株千年灵药都没有，这家伙结丹差不多消耗完了，也正常。进去看看第1代天魔教主到底遗留了什么宝物。法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绝对是至宝。嘿，好宝贝啊！什么人？火云真人？不对，不是火云真人。怪不得隐隐不安，原来后面追了个尾巴。冲虚子，是也不是。几位一起上路吧。联手。赢了。
随手一击，根本不是我们能抵御的。逃吧！逃？怎么逃？千辛万苦才破开阵法到此，想逃出去还得经过阵法，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。弱，太弱了。火云，这里的宝物都归你，放我们走，否则我拼命之下，你也不好受。走，你们几个都要死！小杂鱼，滚出来！好狗胆！果然跟我的功法有关，还以为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你竟然没死！杀我是不是想多了？接上集，龙轩成功进入真魔殿，惨遭玉阳子等人背叛偷袭，以为是鹬蚌，没想到还有黄雀在后。王道友，此人极强，不如我们联手，你我的恩怨之后再算如何？被玉玺重创，就凭现在的你，也配和我联手？魔宫，你是天魔教的人。杀！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金丹初期而已。不好，快退！万魂幡收。嘿嘿，玉阳子，你不是要和我联手吗？进我人皇幡，与我联手斩杀火云真人，岂不妙哉？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大限将至，从此你我结为异姓兄弟，把酒言欢。去尼玛的人皇幡！你是张老三？好啊，玉阳子这厮心心念念的张老三，原来一直在身边，向张老三打听张老三的消息。玉阳子，你真是够可以的。不过今日说什么都不能放你走了。巧了，今日两位谁也别想离开。先给你上一道菜，最后再解决你。该死！轮到我了。小崽子，魔功不俗，可惜修为不行。后期和中期果然差距大。仅凭这点实力，可挡不住老夫的天幽鬼火。啊！你是属乌龟的吗？这么多防护手段。你怎么可能完美激发这么多法宝？张老三，你真的该死！血阳魔火。这家伙只是掌握合欢宗大长老的法术，就如此难缠。倘若直面那人，我胜算连一成都没有。不过底牌用完了吧？现在你可以死了。死了。早就等你了。反噬。负面逆转，治疗神魂与肉身反哺中。给我吸，不挣扎你就别停。张老三，放过我，我愿为奴，为您效劳。
张老三，别欺人太甚，我来此已经被合欢宗知晓，你杀了我，合欢宗必定追杀你。张老三，我哪怕是死，也不让你好过。清静了。现在万魂幡有4道金丹阴魂，威力大增。若是有10万金丹阴魂，就算是元婴也得退避3舍。再加上玉玺，此行值了。接上集，龙轩扮猪吃虎，斩杀4位金丹真人，成功夺得真魔殿传承。天魔教的大长老，你过分了，就不怕被中纵2大世家制裁吗？哼，那就让他们来。元婴之下，谁是我对手？火云真人死了。火云真人去追踪玉阳子，探寻所谓的真魔殿。玉阳子没能力杀了他，究竟是谁？冲须子心头浮现火气，下定决心，再叫合欢宗几个金丹过来。他虽强，但又不会分身，寻找颜如玉和真凶已经是极限了。再探寻火云真人的死亡原因，根本没时间。寻找颜如玉第一，狼牙仙城附近千里，金丹中期已经被挑战一个遍了，全都没有下落。既如此，那就挑战金丹初期。偷香窃玉，金丹顶级法术，迷幻速度偷盗于一体，修炼大成，于万花丛中偷掘美女修，如探囊取物。副作用：因迷幻物由自身阳气制造而成，施展后阳气下降，男女欲望降低，其阳根短暂萎靡。厉害，不过副作用是不是有点离谱？施展后阳根萎靡，这他妈不是阳痿吗？负面逆转，施展后阳气上升，男女欲望大涨。哦。血阳魔火顶级金丹法术，以自身血肉为柴，点燃血阳魔火，爆发型法术，威力强绝。副作用：以损失自身的血肉为代价，如头颅、手臂、双腿等等化作魔火之柴。负面逆转，无需任何代价，每次施展增强血肉的强度。逆转之后居然能增强血肉，也就是说，施展此术等于变相的炼体，增进范圣魔功的修炼，值了。随后，龙轩拿出真魔殿实物的那几本功法，都是寻常魔功和法术，并非天煞真魔功后续。不过最后2枚和玉玺放在一块的玉简，却是让他精神大振。真魔玉玺，南红玉3大势力，真魔宗阴神子的身份传承之物，为天煞真魔功修炼者才可执掌。南红玉3大势力，真魔宗势力应该不下于仙堂，有化神天君、阴神子、阳神子，就是真魔宗未来2个接班人之一，这相当于仙堂未来的皇帝。另一枚玉简，龙轩倒是非常的心动，眼睛火热。其中记载的是法宝炼制法，真魔剑，成套的法宝，且适合他的魔功。不仅有炼制法，还有相应的几种组合剑阵，人、地、天3阵，最强大的真魔天阵可窥元婴。先探探路，瞧一眼就回来。大龙为雀，你又输了。这局不算，再来。你又耍赖，好歹是真魔宗的红衣天君，活了2000多年，要点脸行不？咋的？不服？老子下棋下不过你，打架还打不过你。魔龙玉玺出现了，他娘的，3000多年才出来，还以为没了。看来你真魔宗有人将天煞真魔功修炼成了，否则激活不了那玉玺。话说那人居然没被天劫劈死，真是奇了，恭喜了，你真魔宗后继有人。恭喜个屁！玉玺的气息又没了，咦，又出现了。所有元婴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都出去搜查天煞真魔功的修炼者。好险，8成是第1代天魔教主在那边养的天文妖后裔，用来守护空间节点。龙轩脸色难看，在无法对付文妖之前，断不能再传送。赵博一时半会儿乱不起来，等实力上来了再看吧。主人，这2天没发生什么事吧？
昨日有个自称天魔教大长老的黑袍人，四处找金丹初期修士挑战，后半夜来到这里挑战，不过之后又急匆匆的走了。天魔教大长老多半是和欢宗的人调查未果，才用了这笨办法搜寻杀死红粉菇的人。龙轩陷入沉思，他突然想到了火云真人从别人身上借到的法。难不成那位就是火云真人法力的来源？那位本尊来了，得多强？看来得加入钟家，对钟家客卿，那位也得顾忌一二。余城市上品雷灵体吧。我先闭关几日，那个冒牌天魔教大长老再来，你就说我不在，反正一时半会儿他破不开阵法。随后龙轩开始修炼偷香窃玉和血阳魔火。严仙子悄然潜入我的道场，莫非是想叶某人了不成？如此不防备，就不怕我把你杀了？